每一次奔跑都是为了超越自我，每一次碰撞都是为了挑战极限。这就是五人制足球的力量。来自全国的最强选手齐聚嘉义，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成长、合作与努力的战斗。每一个传球，每一次射门，都凝聚了无数的努力与汗水。这场比赛带给学生的不仅是技能的提升，更是品格的磨练。在五人制足球赛场上，选手们学会了合作与团队精神，学会了如何面对挑战、克服困难，这是无价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力量用汗血书写他们的故事，每一个进球，每一个防守，都是他们拼搏的证明。6月3日至6月4日线上转播，期待与您一同见证这场热血的比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这天在6月3号，我们的8点30分来到的是嘉义县立体育馆，要来进行国男组的16强大战。那在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民雄国中教练林柏志来为大家服务。柏志你好，大家好。是，那当然在今天的16强进8，我想对这个球队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所以只要输球可能就没有办法取得晋级的资格。那这场比赛呢，将是由屏东县的中正国中要来对上宜兰县的顺安国中。那去年在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屏东县的中正国中是拿下了冠军。那画面上看到的是中正国中今天排出来的球员名单，那总教练是薛辉雄总教练。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宜兰县顺安国中今天排出来的球员名单，包括先发以及替补球员。那总教练是陈义宏先生。好，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那我们看到身穿粉色球衣的是顺安，那身穿深色球衣的是中正。好，比赛这次开始。那当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上下半场是进行20分钟。对，20分钟。那在刚落幕的这个国中联赛啊，中正才拿下了第2名所以我想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尤其要特别来关注中正的9号跟10号尤其是9号的于义博也拿下了联赛的金靴奖个人是进了8颗球。好，那潘建哲跟这个于义博会是对上的双箭头好，来看这一次的起脚偏了。那这边跟柏志要聊一下5人制的比赛跟11人制的比赛，您认为最大的差别在哪边？除了很显而易见，就节奏很快，那场地比较小。11人制它有越位的这个规则，那5人制它是没有越位的这个问题。是，对，所以它是哪一个空间它都可以去占领、去接球的。那在换人的部分，11人制它可能他换上去他就。被换下来，他就没办法再轮替上去了。没错。但是5人制它是没有这个限制，就是你可以一直上下。无限制的上下替换。对。哇，这次的传球中正是出了边线。这边可以看到顺安他其实是使用他那个半场的防守。对，比较保险因为毕竟到了后面的淘汰赛，加上前面的比赛，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没错。对，所以他们可能也需要在这个时候，当然也打比较保险一点，因为毕竟他们也知道中正国中他们有2支技术很好的选手。对。9号跟10号这2位特别值得关注好，一传进来，哇，想要第一时间 touch， 可惜直接出了边线。但在5人制的战术配合，有很多时候有一点点像篮球吗？
哦，有这种挡拆啊，有这种很交多叉很多。这就看球队他们自己去制定的一个战术吧。是，对。那其实会有很多，例如说可能会去观察对方的防守是怎样的防守来决定我们是用怎样的战术。是，例如说他们可能都是人盯人的防守的话，可能就会有需要更多的挡人来制造空间。啊，了解。那另外武文志在边线，比如说界外的发球也都是用脚。对，都是用脚。好，但是不能直接射门，对吗？可以直接射，但是进不算。进不算嘛？对，一定要接触到第二个人。OK。好，来看孙安这次的防守之后的突破，球还是被潘建哲给断掉。但武人志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那选手啊是无限制的能够轮替啊，不像11人制，偶尔你还有一点点喘息的空间。如果你在弱边的话，也许还可以喘一口气。对，但是武人志真的节奏太快，那这个活动的这个速度，那还有整个范围，对于选手来讲都体能上是一个考验。对，必须要非常专注啊。而且你其实到很多国际赛上面，包括守门员他也是加入攻击的。没错。对，所以现在可能的趋势是，连守门员体能跟脚底技术也都要非常好。好，来看这一次的突破分球，来到右侧。还是没有机会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踢了5分钟左右，大部分的球权都在中正的脚下。对。好，于一博再把球权也要回来。还是想要做一个小短传。球差点掉了。也会看到中正这边9号、10号他们有很多的个人的持球。对。这2位当然是必须要严加看管的，因为他们在联赛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这次的传球在中场被断掉。好，来看孙安这一次的防守反击，可惜。还有机会。不过在2+1的情况之下，这一球来看一下，中正夹掉之后，来看2打2，内切小短传没有连上线。那另外在武人志的比赛当中，就比较少看到头锤。高空球相对真的会比较少，嘛？对，还是会比较地面的球，对，把球控制下来去做一个持控球，然后想办法往前去攻击，然后制造射门。是，对，当然还是会有啦，可是比较零星。对，不像11人制，他们有很多的传中，吊球传中这样。是。这一次是被中正给碰出了底线界外。我来看孙安这一次小球。好，是中正的球权。刚刚是12号的瑞环碰出了界外。虽然这边还是维持他们的20公尺的半场的防守。21号是中线，10号是建哲。可惜，这个角度大了一点点，可惜。我们看一下顾继云。这球在前场又被断掉。但是双安刚刚14号的以诺把这球结果这一球是穿裆进了。先进球的是7号的顾继云。在上半场的第13分钟。这个在争抢的情况之下，还是被顺安给碰出了界外。那现在中正呢，在上半场大概7分钟左右先进了第1颗球。建哲，
哦，在外围先传控。哦，想要挑球的一个传球。哦，双安断掉之后，现在能够发动快攻吗？哦，最后还是被季云。这边中正回防很快，对，真的很快，对，所以他们有守住这个快攻2打1。好，他们看到中正这边做人员的调整。但是可以看到那个10号还是在球场上。对，健者还是球队的重心啊，也是学长了啊，国3了。球队还是需要有这种领导人物，一些就老将啊。就是如果像成人队的，还是需要有一些老将，虽然说他可能体能没有像年轻人那么会跑，但是还是当然他们国中生还是很会跑的，可是还是需要这种有经验的选手在上面去引导学弟们。好，这一球裁判响哨。看起来应该是球没放啊。哦。所以球权回到中正这一边。于一博，哦，这一球直接起脚被挡掉。哦，想要从中路的突破。他们应该要更注意他们这9号、10号的远射。所以他们如果在这个禁区这么危险的地方不上去，真的是很容易被可以起脚得分的。所以防守上还是要更有侵略性一点。对对对。好，中场断球之后来看顺安。哇，想要利用个人的突破并不容易啊，最后还是被一博先给能攻能守。对，哇，他的身高有168公分哦。哎，碰在顺安的球员身上出界的。那当然，他们在联赛啊，中正当时是获得了第2名哦，拿到亚军。那对于一博来讲，他拿到金靴奖，但是他认为啊，最渴望的还是冠军杯了。好，外围的传控，中线下底之后，哦，还是被双恩碰出了界外。好，现在中正的角球。哦，角球进来，哇！但是这一脚一博并没有办法直接把球给踢向球门。好，来看一下门将的开球，直接手抛之后啊，很快来到前场。好，这球在门前，哦，可惜，哦，最后没有滚进到球门线以内啊。又是9号。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在边路的单打。哇，现在上半场过了一半的时间。啊，建哲跟义博依旧留在场上。那包括2号的钟汉现在也在场上，这个挑球的传球要跟这个亮成做搭配。好，亮成，哇，这个速度真的很快啊！稍微拉了一下。那当然，在5人制的犯规部分是有限制的哦，它不像11人制，好像没有犯规次数的限制。对，那这边5人制的犯规次数的限制，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如果他到了第6球就会罚球，罚10公尺球。是，所以还是要对，还是要注意一下他的犯规的次数。好，收杆断球之后，这一次的防守反击要作为一个假动作的突破，哇！但是还是被建哲挡下来。哇，这防守经验好啊！对，真的是能攻又能守。那你会看到他其实很多是他在后面去做这个指挥、这个传还有给球的这个角色，但是当他到前面还是可以去做一个攻击，是一个很好的选手。哦，因为死球他是不能直接丢过高空球，丢过半场。哦，对，所以他这边就换边发球，在中场这边发球。如果是说是守门员接到的球，是可以直接丢。哦，这个远射还是被门将给接起来。哦，那这一球就可以了。对，这球就可以。对。
哦，门将出来把路线先卡住哦，出来时机点非常好。因为他如果没出来的话，真的非常危险，他可能就变成单刀了。哇，恩佑刚刚出击的时机点抓的恰到好处。潘建哲，哦，想要传球过人啊，但是被门将给守住了。门将是49号的林宗翰，哦，175公分，哦，非常高大。好，来看中正的这一波，哦，还是被孙安破坏掉。回防还是很快哦。哇！但是我们看到中正在小区域的人数优势啊，把球再夹掉一次。哦，孙安在上半场还没有比较好的进攻机会。中正在失球的那个回防非常的快，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很多顺安在多打少的机会的时候，他们还是被他守下来。哦，找不到比较好的起脚时机哦。所以他可能在多打少这个机会，可能需要在攻击在节奏再快一点。好，季云这时候再下来休息。季云在上半场第7分钟左右啊，踢进了本场比赛的第1颗进球，也是目前的唯一1颗。哎，这次6号的袁心啊，球没有停好。哦，在中场，哦，中正要到球之后，但是位置被卡住了。哦，两边2号互相防守。那在双安这边2号是陈鸿玉，哇，在中圈附近的一个争抢。那现在于一博来了，这个传球，哇，可惜没有插上，袁心差一步。哇，这个出球的失误，哇，潘建哲啊，还是想要做助攻啊。好，双安过了一个之后，这次的配合，哇，可惜踢偏，没有把握这次3打2。哇，刚刚是邱宇正哦，哇，邱宇正，我接到队友的传球，先来看一下，哇，陈毅的一个传球啊，其实相当不错，可惜没有射正，对，太可惜。好，双方身体的对抗。好，双安，哇，这个球跌跌撞撞，还是来到禁区附近了，没有传出去。好，建哲先稳住，对，控制节奏，对，一博，好，突然的转身，被挡掉。哇，那现在双安有机会来进行快速的反击，2打2。这个传球在门前，已经门将出击了，哇，可惜。哇，这个空门的机会，双安并没有把握。中正也守得不错啊，哦，有把球破坏掉。双安17号是陈柏甫。哎，这球给进来，没有接触到任何的球员。还有3分半，上半场要结束。好，这一脚的长传，双安断球成功，国外中场附近了。哇，中正还是布下重兵。我们看到哦，潘建哲在后场来控制。哎，这个起脚踢偏，稍微有点急了。24号是王豪。其实现在中正他1比0是领先的状态，对，所以他们在攻击方面其实可以再打保守一点。就不需要那么急啊，因为毕竟你赢1颗也是赢球。对，对，那这个淘汰赛还是比较要稳定一点，因为毕竟输了就没了嘛。没错。对，所以他需要可能再打保守一点。
这边裁判吹了那个15秒犯规，15秒为例。是。对，那他在我们这个比赛里面，这个规则就是你要在15秒内要把球过对方的半场。真的有一点点像篮球哈。对。这一脚，刚刚是王豪这个转身，再看一下。好，吹手球。手触球。上半场最后2分钟，22号是亮佑。这个脚后跟球掉。这个挑传不错。好球。这个角度被门将挡掉。哇，守得精彩。好，双安还有进攻的机会。重新组织一波。还在界内可惜。王豪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的起脚。很精彩的一波。刚刚我们看到中正的门将恩佑守得非常非常到位。在前的防守，虽然再把球给断掉，2打1的情况下，现在2打2，这球滚进去了，有了！哇，在上半场终了前的1分钟左右，双安将比分给追平。他们把握到了这次的多打少2打1。再来看一下，这球滚进去了，24号的王豪。其实刚刚也可以看到，这个24号刚刚在比赛过程当中，很多的跟对手的争抢，很多的也是他自己的个人突破，所以他们可能也需要去小心一下这位24号选手在拿球。王豪，毕业自大隐国小，是泰雅族的选手。这个传球不错，可惜一波。这一脚踢得没有很扎实。漂亮的 tackle， 11号，11号是陈毅。好，场地有点湿滑，裁判赶快请工作人员帮忙。但最重要的是避免球员受伤。现在2队1比1在第7分钟是中正的顾继云先踢进了第一颗球，刚刚王豪将比分给扳平。还有最后30秒钟。好，中正先把球给踢掉。好，摆在裁判认为正确的位置。好，转身摆脱。好，还是出界了。还有18秒。来看看双安能不能直接掌握上半场的最后一波攻势。一波，转身。哇，队友跑在前面跟亮成要做 two man game， 可惜。可以看到孙安其实在上半场，他们虽然被进球，还是没有很急着去向前压迫，因为比赛还有下半场，最重要的下半场那是决胜的关键。是，对，所以他们还是选择在上半场把防守守好。好，我们看到上半场结束，虽然屏东县的中正国中在比赛第7分钟先进1球，不过王豪在第19分钟将比数给追平所以两队呢在上半场目前是处于1比1的平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下半场精彩的比赛。
是因为这个也没有。中正跟宋安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哦，还是宪哲跟一博两个人在持控球比较多。好，这次的传球掉，哇，是一个3打2的机会，是不是要做远射？没有，再带近一点。这时候是哇，这个角度差一些些进去啊。其实，在5人制很多2杆的进球啊，真的很多，要在那边埋伏。对对对，应该要有人埋伏，你就会觉得，哎，怎么很多球都是从那边出去？所以埋伏在2杆是一个方法。对。这个在球门前，最后被摆了进去。哇，在下半开赛的第1分钟，哇，再来看这一颗，哇，建哲往禁区送，守门也尽力了。对，那最后被袁心给碰了进去。哦，那现在在下半场一开始啊，中正又取得了领先呢。好，袁心是来自屏东市的民和国小。好，转身之后也有，这2分钟双方各进1颗。哇，这是15号的邱宇正，干净利落，一个转身，一个射门。哇，带开一点点角度哦。邱宇正来自罗东国小，身高有170公分。哇，两边在2分钟各进1球。好，这个开球被断掉。哦，从后头赶上来，回防的够快。如果他没有回来，真的很容易又被得分。他们刚刚这样，你一球我一球的，对，很快又平手了。哦，来做一个边线球的战术配合，有射门，但是被这个门将给挡掉。其实，在做边线球的战术，就是做最简单可以射门的战术就好。是，对，其实因为要做战术，目的就是为了要射门。没有射门就不会得分，这确实。那当然在国中端呢，你说选手们，但教练有很多战术的教导，但是你说要能够执行到很到位，并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还是需要很多的训练跟经验啊。守门球，对。哇，这边有犯规的动作，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犯规这个位置非常靠近球门。好，再来看一下，哇，刚刚这是前一颗球门球，他如果没有滑下去，很有可能这个球又被塞进来，所以这防守也是非常到位的。
好，来看中正如何把握这一波，直接射。对，哇，刚刚是顾继云直接射门了，但是被受伤的门将啊，直接撞出去。对，门将非常的高大，刚刚有介绍过49号的林宗翰有175公分的身高。好，再没收。哎，手触球是有手球的嫌疑啊，是建哲。哇，这个位置当然距离是稍远哦，哎，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对，还是在射程范围内。看他们是不是会执行什么战术，或者是直接射门。2号陈鸿玉可能还是会找15号，像刚刚那颗直接塞给他转身射门。哦，但是决定自己来。对。好，长传，好，转身要转向另外一边，哇，这个位置，好，我们再看，卡住之后，哇，这个脚对，有绊到了，哇，两边6号，最后这个圆形倒地啊，要交给9号的易博。联赛的金靴奖，好，来看看宋安如何防守这一波。于一博，哇，提高了，哦，这次的手包球也是直接出界。哦，当然距离比赛终了还有13分钟左右。哇，这一球没有队友的这个支援呢，比较可惜。哦，已经来到禁区附近了。这就是国中球员哦，可能在整个经验跑位的部分呢，还要再多一点观念。对，需要。其实，在队友在拿球在做突破的时候，其他的队友一定要非常的去注意接球的位置。就算你再怎么被挡住，你还是一定要去做移动去接球，而且又到了禁区这个位置，你只要一个位置，好的位置去接到球，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得分。好，快速的出球哦，但是太长了。圆心，好，两边的这几波，可惜啊，球没拿好了。都没有很好的控制住球权，哇！这边一个犯规，可能是他有拉他或抱他。我们再看一下，哦，有这个手。2号是洪玉，虽然这边犯规好像来到了3次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真的需要利用犯规来阻止对方的攻击。好，贴在人墙上再补。哦，就是博玉跟建哲一人一脚，不过还是没有踢进。王豪，哦，这个球被点掉。哦，建哲成功的防守，2+1，不容易啊，最后出界，还是中正的球。感觉顺安在下半场的防守有更比上半场积极了很多。虽然说一样都是20公尺的防守，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对手靠近的时候，感觉在做压迫有比较上去一点，抢球也比较积极。哦，这一球没有被他挡下来了。但是这个出球
又被中正给要到。对，袁心应该可以给高的球让他过就好了。好，投出了给球，但是球掉哦。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滑场，王豪直接破坏掉，精彩的防守。虽然失球，但是他很快的去做一个抢断。对，哇，非常干净啊 ，clean tackle， 自己失误自己补救啊。没有让对方啊有机会啊持续的进攻。那当然在五人制的比赛当中是可以喊暂停的。对，可以喊暂停的，上下半场各一次。暂停时间是5分钟，1分钟，抱歉，1分钟。所以这个教练啊，要利用这短短的1分钟，啊，好好的跟球员提醒跟沟通。下半场还有将近11分呢，很有可能他会在这个暂停里面去改变了他们防守的方式或攻击的方式。因为毕竟也到了比赛最后的11分钟。对。现在双方依旧是维持2-2。现在下半场2分钟各进2颗。其实现在平手还不确定说比赛最后会是怎样。王豪面对健者的防守啊，想要做个人的突破，可惜哦。一博这个推进，对方还是严加看管。好，在中场附近，这个传球不错，有机会中门柱，但是进去了吗？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门前，好，建哲这个角度，哇，有条啊，进去了，抓到自己肩膀，又是建哲，对。那建哲刚刚啊，这个重注的反弹啊，球进了，所以现在中正来到了3-2的领先。被自己手给踢到。好，希望红玉没有大碍。我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一脚，直接中胸口，对，哇，应声倒地。他在踢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他就在他正前方。是，对。哇，门将跟队友的沟通发生了瑕疵。这边可以看到他们顺安在做，甚至刚刚有一个进球，也是利用了3-1，就是有 Pivo 在前面拿球的一个战术、一个阵型来做攻击。那刚刚可以看到他在发边线球的时候，他还是直接把球送给了 Pivo 去做一个拿球的一个支点。这第一时间起脚偏了。可以看到他刚这一个球，其实他没有做什么其他很复杂的跑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接球射门啊。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去做接球、做支援。而且对于国中阶段来讲，太复杂的战术也许
不容易执行、啊。对，不容易执行。哦。顺安在一球落后情况下，这边有机会起脚，灌进去啊！哇，顺安总是能够在对手先进球的情况下，很快的再将把比数追平，又平手了。哇，来看一下，这是17号的伯福。哇，刚刚31分钟是建哲，32分钟是陈伯福。比赛真的很难讲哦，虽然说他们一度一直领先平手，现在又平手了。哇，中正3度领先，3度被追平。对。好，位置卡住。好，裁判认为是中正的球权。好，距离比赛终了还有7分钟。哦，这是顺安成功的防守。哦，这一球没有给进去。哦，顺安快速反击。哦，现在是一个3打2的机会。哇，没有办法起脚。哦，交给左侧的王豪，可惜了。哇，刚刚送了这一波啊，哇，进攻啊，真的太可惜。好，这一次，哇，又是在门前碰进去，又是建哲，哇，这个灵感非常的好哦。哇，建哲今天没开2度哦。好，再看一下这个一博的射门，结果补进去的是建哲。哇，这是9号、10号这2位啊。现在比赛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对对，虽然说又领先了。哇，这个脚后跟，哇，高级动作，可惜偏了。对，差点又追平了。哇，伯福如果刚刚这一球踢进啊，这是全场最漂亮的一颗啊。好，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灵机一动的脚后跟，哇，偏了1颗球的位置。很有创造力，对，又是脚后跟的传球。好，哎，裁判老师认为是角球哦。还有5分钟，比赛结束，目前3比4。哇，再继续附近先清掉。哇，门将出击哦，差一点点是一博的单刀机会啊！出击的那个时机点非常好。下来毕竟剩4分钟，所以你看到顺安的防守开始慢慢的在向前去做压迫，不像刚刚都守在20公尺的防守。越后面越是体能的考验。还有4分左右，目前3比4啊。哎，没机会转身球掉。哇，这边带球跌跌撞撞，还是被双人给夹掉。哇，这边有机会躲过门将之后，goal！哇，又是17号的陈伯福，同样也是第2颗的进球。哦，来看这一次躲掉门将，空门的情况下，陈伯福把这一球轻松的摆进。
虽然他后脚跟没进哦，可是他这颗有把握住了，又追平了。哇，太难预测了这场比赛，又重新来了。哇，第36分钟的追平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左右。下半场啊，建哲还有伯甫各进2颗。这个位置有威胁，一博。好，做战术的搭配，头锤，哇呀，这个设计不错。哇，在2杆的埋伏啊！双方4比4。他们在打3-1的战型，如果在 Pivo 他球是没有拿好的状态，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造成对方的快攻。哇，这边顺安啊，做大幅度的调整哦。那现在当然上来的球员体能是相对充沛啊，要来拼最后的100秒。好，一波自己带。哇，这个穿裆的传球，可惜队友没有接应。好，顺安直接远射，有射有机会啊。对，刚刚是瑞环，像刚刚中正他们也是很多的射进去，然后守门员没挡好，或者是被补进的得分。还有1分钟比赛要结束。好，有没有机会转身？哇，这是一个空档，在做假动作，起脚攻！最后的50秒，陈元兴今天同样也是第2颗的进球。哇，第39分钟的进球，来看一下元兴做了假动作，做第2时间呐，再拉回来之后才起脚啊，很冷静，很冷静啊！哇！现在中正又是1球的领先，顺安要赶紧压迫的防守了，必须要压迫防守。哇！但是这边吊球之后，转身建成再给挑射，Go！ 帽子戏法，陈元兴在短短的1分钟之内连进2球，那这个进球呢？哇，很可能会宣判顺安的死刑啊！这进球跟建哲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他有个人突破，很快速的往前去带球做突破，才有这一个进球。当然顺安想要急于抢攻的情况之下，后防线就比较薄弱，对，也让中正再逮到机会了，进了但是他必须要冒险，对，一定要冒险，因为剩下时间太少了。哇，最后的40分钟。我们看到这短短的1分钟之内啊，元兴连进2颗，那他下半场是进了3颗啊，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21分钟以及刚刚40分钟的2颗进球。好，最后的5秒。好，我们看到这场比赛，裁判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哇，中正国中靠着6号陈元兴，在最后1分钟连进2球的情况之下，带领球队呢，最终是以6比42球的差距击败了顺安国中，也恭喜屏东县中正国中闯进到了最终的男单
8强，恭喜中正国中。那顺安比较可惜的是在16强止步。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待会再送上另外第2场的16强大战。2025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紧接着第2场16强淘汰赛呢，将是由台北市的大安国中对上嘉义县的过沟国中。这场比赛当然对于过沟来讲是地主球队要来面对北部的强权。好，先来看一下台北市立大安国中今天排出来的球员名单。那总教练是吴百和先生。好，另外看到的是嘉义县立的过沟国中总教练是陈增渊。过沟在今年的联赛呢，当时是拿下的第4名成绩相当不错。好，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过沟。那嘉义当然在五人制的发展是非常好，那包括我身旁的不是教练也是在民雄国中这个任职，那在整个基层一直到这好像4级，应该都是算是一个蛮完整的这种让球员可以循序渐进的往上来提升。没错。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在带国中的教练也都很积极的在往国小端去发展，去推广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五人制嘉义天晴。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这个五人制的强权呐。所以从这个国小端一路来到最后的企业都有办法能够让球有发展的空间呢。好，本场比赛过沟身穿的是蓝白配的球衣，那全身蓝色球衣的是大安。一开始节奏就很快
哇，这一场哦，想必会非常的激烈。对，可以看到大安一开始就用很强势的压迫。好，直接远射提高。大安的10号球员是赖汉威，身高有178公分。9号翁守恩身高179， 7号陈少奇身高175。都是身材非常好的国中球员。在国中有那么好的身材，优势是非常大。对，真的优势非常大。在禁区附近，先被过钩挡下第一波。个人的突破从边路，在传中之后有没有机会起脚？好，稳住。好，大安先清出禁区外。过钩这个传球掉了。大安的门将把球给守住哦。两边在失球的防守都做得非常快。当然在比赛的一开始都是采取远距离的起脚啊。刚刚是高群汉。来看这次的带球。两位球员有一些身体的接触，5号、6号。过钩的6号是黄玉收，玉收来自东石国小。好，过钩的定位球，直接起脚，打低平，被碰出了界外。队长，过钩的10号，好，艳阳在底线附近，横传被破坏，还是过钩了球。场边有加油团哦，预收，再给艳阳。过钩这边还是很冷静在持球，虽然说面对大安这种身材有很大优势的对手，他们抗压性非常好。因为其实，在国中部分国中端这边，只要看到对手稍微身材好一点、强势一点、快一点，就通常都会比较害怕去拿球，害怕去做一些平常敢做的动作。其实从两边提供的球员名单大安有4位身高超过170公分，那在过钩这边呢，只有1位。好，脚后跟的传球之后的射门，打在身上出界。打在的是这边一个后拉的配合，对，陈冠荣的身上。还是过钩的球门球。在前场断球。当然这一次的长传没有搭配上。过钩从边路的推进起脚，哇，这个角度非常的小，还是被过钩给射了进去。哇，这是8号的陈冠荣。我们再看一次，哇，从边路推进小角度的情况之下，
还是找到了空间。哇，在上半场由过钩手开纪录，1-0领先的大安。面对大安这么强势的防守，还可以这样去突破，是真的非常厉害。哇，从边路的推进啊，小角度的情况之下，好，球门球。过攻成功的防守。哦，这个传裆要过人，出界了。艳阳，哦，从后头把球给断掉。哦，但是要传中的情况之下呢，过钩的防守啊，哦也快了一步啊。大安喊暂停。哦，在上半场还有13分半的情况之下，大安喊出了暂停。到目前为止，大安当然是很积极的想要采取进攻啊，但是射门的次数并不多哦，反倒是过钩，虽然他们感觉球权没那么多，但是说把握住一次的机会。对，比赛就是这样，对，进球才是真的。没错，因为尤其足球比赛，我们看这么多，这个控球跟射门多的球队不一定会赢。对，没错，这是真的。常看到有些球队他的球权很多很强势啊，可能全场超过了60%，甚至逼近70%，射门可能一场比赛20-20次。对，其实这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一定的吧？我相信这个教练，你从小踢球到你担任教练，应该有想说，全场可能压着对方踢，但是输球。对。这绝对有过，对，就是会是很多这样的比赛，在我执教的这个路程当中，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很悬，真的很悬，全场压着踢的，不会进就是不会进，这是足球比赛好看奥妙的地方。没错。好，暂停回来，大安如何设计这一波？哦，回给之后的起脚了，还是被过钩守住了。大安还是前场压迫，过钩，可惜，对，还是被大安门将给扑掉。有了，插上。这次的搭配就非常的完美。大安国中的7号陈少奇，过钩这边防守稍微放掉，可能以为球要出界。哇，这个插上啊，直接的起脚，双方1-1。门将挡得精彩哦！大安门将是2号的庄哲瑞。好，快开！直接送出了界外。好，小后哥的给球，在传裆起脚，哇！在自己半场的持球失误啊！哇，来看看刚刚大安的搭配。
有把握住机会，在前场的防守。哇，少奇在今天的进攻非常的强势，在前场压迫防守的目的，其实就是像大安刚刚这样做的，在前场抢到球，然后是非常靠近球门的状态下，然后去做一个射门。哦，所以我们看到陈少奇啊，连续2分钟啊，各进1球。哦，等于是目前是梅开2度的情况下，带领了大安国中2比1，暂时领先过钩。哦，暂停回来。其实上半场还有11分多，比赛都还很难讲，就像刚刚那一场一样。对，哇，前一场是你来我往哦，对，到最后1分钟、2分钟才分出胜负。对。哦，这边过钩压迫很快。他们也是需要去争取这样的防守，去想办法在前场射。好，转身之后，第二时间有补进了，马上追平，又追平了。哇，陈宏武在门前把握了完全空门的机会。好，再来看，哇，这个射门将挡住第1波，但是挡不住第2波了。玉收他虽然个子小小的，但是他射门是很有企图心的。对哦，玉收先起脚哦，让对方门将挡掉之后呢，那队友是宏武补进了。哇，过去的3分钟，大安进了2颗，那过钩进了1颗。好，转身起脚，哦，还在大安这一边哦，哦，脚后跟的给球掉了。哦，郭郭刚刚很稳定的想要控制球权，哎，哇！大安又是一个精彩的搭配啊！今天大安的小组呢是打得相当好啊。我们再看这一次，又是从底线回传的一个射门哦。对，大安9号是洪守恩，179公分的身高。哦，在第11分钟的进球，现在又是3比2，大安领先。哦，过钩又来了。下底之后的传球，哎呀，可惜支援没到位。队长艳阳，哦，裁判享受，先出界了。哇，8、9、10、11啊，这4分钟啊，各进了1颗球。守门出击的漂亮。哎，这次往禁区给啊，可惜没有搭配上。对，没有找到好的位置射门。哦，远射，想要掉1颗。
大安他们虽然领先，可是他们还是以前场压迫的防守在做抢球。哎，这一下是踢在了门将的身上，哇，又是大安的7号陈少奇，少奇目前已经进了2颗球了，哇，在过钩这边呢，门将是2号的肖志凯，挡得很漂亮。对，好，这边第一时间起脚。大安在射门企图心很强。郭郭这边是要做人员调整的。预收，再给洪武，预收。大安其实每一位选手虽然身材高大，但是个人技术都非常好，在拿球、在过人、在摆脱那一下，其实甚至传球都是蛮精准到位。哇，这球没听好的情况之下被过钩，要回球权。哎，这个角度被封死了，起脚的是7号的陈宏武。预收面对他这可能高他2颗头的对手，还是不会放过他。哇，因为预收哦，我看资料他只有146公分，但在大安这边呢，场上最高的是翁守恩，是9号的守恩有179啊，相差了30公分以上。好，上半场剩下不到5分钟。好，有机会！吼吼，大安的门将挡得精彩！哇，泽瑞，又挡下一颗。2波的进攻过钩，颗粒无收。好，这个前场的断球，先踢走。大安现在要把防守再做得更准确一点哦，毕竟他们现在是领先的状态。其实，在做前场压迫的防守是真的非常耗体力的。对，可以看到。刚刚在2波的射门过后射门，其实在大安的防守有点比较没有那么的精准。哦，即使是国中生哦，体力充沛，还是难免哦，在这个体能上还是要调节一下。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比赛如果说上下半场40分钟的话，你整场都压迫是真的是非常耗体力的。除非说你的替补、你的板凳球员是非常充足，很平均。对，像有些球队他们可能在换人的时候都会是4个换，4上4下。哦，待会要登场的澎湖县的澎南国中啊，我看他的球员名单只有6位。哦，那可能就是会打得很辛苦。好，来看大安这次的断球摆脱，好，预收挡掉。
哦，再回给第10节起脚 ，Go！ 又是 Two Man Game， 哇！今天大安啊，这样两人的搭配啊，表现得非常精彩。进球的是5号高群汉。哦，再来看这个第一时间起脚啊，射门的时机点跟那个精准度都非常拿捏的非常好。哦，在第18分钟啊，高群汉的进球，现在来到了2比4了。哦，这个小角度哦，过高特别注意这种传球啊。哦，今天我们看到大安在这种两人小组搭配啊，传球第一时间起脚，这个效率是很好的，而且成功率也高。还剩下1分钟，上半场要结束。好，又是一个 give and go。守恩跟汉威做搭配，哇，这两位是这个高大球员啊。守恩是179，汉威是178。好，来看过钩能不能上半场终了前进球哇！哎呀，这个就差1个球的宽度啊！啊，叶阳个人的突破差一些。过钩艳阳在这后面这几分钟一直在跳出来，想要去做突破射门，但是很可惜，都差一点点。当然19号是燕西。哦，还有14秒，过钩，要赶紧把握，是不是能够在上半场中场前再创造出一次的射门？好，来不及射门了，上半场时间到。好，大安国中呢，在上半场靠着少奇的梅开2度，另外群汉还有守恩各进1球，那暂时4比2领先了嘉义县的过钩国中。那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阶段，待会再回到下半场精彩的比赛。
好，我们看到这一场大安跟过沟国中的比赛下半场正式开始啊，由大安掌握第一波球权。那在上半场，我们看到大安已经进了4颗球了，目前暂时2颗领先的过沟。这个传球的搭配又来到了底线附近，被过沟碰出界外，预收。其实，在上半场到现在，大安他有很多去往前面去占领空间的一个跑位，是对，也因为他有这样的去移动，所以才有办法让球可以去把它传到前面去做一个攻击。对，那其实他们即使没有射门，也会给过沟造成很大的压力。小文，想要做远射吗？没有。好，传到禁区附近，再晃，被过州的门将挡掉。志凯，因为下半场门将做调整，是昌宇。这是大安7号，少奇。对，少奇在上半场是进了2颗球，射门企图心非常强。其实他们刚刚有很多不是很好的射门机会，也是选择射门。对，但也会因为这样让过沟，其实他们在防守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可能你认为他不会起脚，但是他还是起了。对，所以就会不知道到底上还不上。红武往左侧给。冠荣，手球在里面，对，在禁区里面，哇，那这个亏大了。对，好，再看一下，哇，这对过沟来讲是绝佳的机会，应该会交给7号的陈宏武来执行，来自网寮国小，身高166公分。哇，挡不住！在下半场第23分钟，宏武呢也踢进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2颗进球，帮助球队追到剩下1球的差距。其实，在挡边线球或者是角球这个防守，我们都会去跟选手说，你们不能去闪。对，因为像刚刚他有点做一个闪的动作，手一出来就制造一个罚球点球。这有一点亏啊。对。个人的突破，燕阳。哇，现在2守1啊。他们也知道10号是他的重点，对，因为其实在上半场，他很多在边路个人突破，他们其实守的也蛮困难的。那叶阳等于是球队的节拍器啊。对，那在下半场可以看到大安他这边其实防守就比较偏向是20公尺的防守，半场的防守。从中场开始建立，因为毕竟他们还是领先嘛，领先就不需要那么急着说要得分。预收，燕阳，再给洪武。其实，在做20公尺这样的防守，有几个状况。有可能是对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是领先的状态，我们不急着去做前场压，不去冒险。是。那其实过沟这边可以听到教练他在喊压迫，对，因为毕竟他们是输球状态嘛，对，先最后1颗啊，对，争取这个时间去得分去抢球。因为是淘汰赛阶段啊，没有平手的空间，一定要分出胜负。
哎，这球最后被过钩给碰出界。哎，这球人过球流，两边7号的对决。好，陈宏武，哎，这球掉了。哦，刚刚群汉也想要做1对1的过人哦。好，这个传球再回给之后，可惜过钩，没有其他球员能够插上。好，再来看这一波，想要再回给之后，我们将先出来把球给拦下来。从边线的推进，大安，现在这边有空档吗？再横传，哇哦，我们看到大安的7号少奇，比较无私想再把球做回去给队友。有一个人过2个，这个小角度还是想要射门。刚刚可以看到大安的5号群汉挡不太住啊。好，过钩。现在是1球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一波的进攻。来看怎么给角球最后给角球哇，直接进球！结果在下半场过钩连中2元，现在将比数给追平了。再来看刚刚这球怎么发生的。守门员没有注意站太可能位置站的稍微出来一点想要出来抓外面，又平手了。哇，挡得漂亮，守门。好，现在3打3，球没过。刚刚被守恩给碰掉。预收，在下半场已经是连拿2分的过钩还保有球权。那距离比赛终了还有11分钟。边路推进的分球，好过钩，断掉之后直接取。哎呀，岳阳这位球员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对。很多的攻击是他启动的，很多的突破也都是他。岳阳身高169来自成龙国小。好，岳阳想要传到中心点给预收。差了半步，这边可以看到大安其实没有像上半场那种防守的压迫那么的快，我觉得可能跟体能下滑还是有一些关系
哦，当然上半场做最好的是几波双人、3人的搭配，但下半场还没有看到。那是不是也是过沟这边在防守上面也限制住了大安来做这样的战术？没错，其实他们因为毕竟他们预收给球因为他们现在输球嘛，所以他们可能在压迫防守上面做的会更到位一点。所以其实，在他们做的防守做的压迫更大，给大安的压力很大，体能下滑也会很快。都是相对的。还有9分多钟啊，比赛要结束，双方4比4。过钩，预收，打在大安球员身上出去，还是过钩的球。好，来不及转身了，球掉了。来看大安，不过现在要1打3太难了。对，感觉但是这一脚。感觉他们在前场的资源没有像上半场那么的多了。就如同博士教练讲的，也许体能真的是有下滑的趋势啊。好，预收这边有机会吗？再回传，哇，这一脚起得精彩啊！守得也漂亮，化解了原本几乎空门的状态。对。这个球没有移动了。在刚刚那一波。再来看。过钩，哇！预收没有进去，是可惜，但是也守得漂亮。对，刚刚是汉威啊，非常及时的补救啊。好，岳阳要球，没有跑到。其实，在板凳不深的状况下，体能的分配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说决胜负还是在下半场。通常你前面可能进了几颗领先都是很难讲的。好，漂亮的过人，直接远射，哇，差一点点。又是艳阳。哇，下半场过这边看艳阳在表演啊。可以看到，现在感觉攻势都在过沟这边，在这个下半场。哇，艳阳刚刚中门楣啊，运气不太好。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艳阳到跟上半场、下半场，其实他的在场上的那个表现都是很突出的。对，刚刚艳阳又是一个脚后跟的给球啊！哇，现在过沟又来了，想要往禁区给。哇，确实下半场大安国中的攻势就。静悄悄，对，还没有做出很好的搭配。艳阳能攻又能守，体能也好，体能也好，真的。好，大安这边来了，又是艳阳，对，被艳阳守住，还自己带球，再翻球回给艳阳，踢了一拍goal。侯艳阳 one man game， 自己防守带球分球回给起脚，一气呵成。再看一遍，哇！这场比赛如果过沟能够赢球，他是 MVP 啊！没错，能攻能守，体力又好。哇！逼得场边喊出暂停了。关键的6分半啊！刚刚过沟这一波的防守转进攻啊，真的做得很到位。很到位。那加上艳阳跟队友之间的搭配，我想也创造出这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射门机会。虽然说上半场是4比2领先的，对，哇，结果下半场现在过沟是进了3颗球。对，那当然这3颗球当中，艳阳2颗，另外是这个红武1颗。所以现在反倒是5比4逆转领先的大安。其实以前在看过沟在比赛，他们的韧性就很强。
对他们即使很你们多都是甲乙的球队，对，所以我其实蛮熟悉他们的。对啊，他们很多这种比赛可能落后或怎样，他们都还是没有放弃。所以每一个球队的风格不太一样。但也看得出来，过沟可能在体能上的训练是蛮扎实。下半场真的还跑得动，对，尤其是艳阳，对。而且他刚刚是从后场防守成功之后一路推进，对。你可以看到，其实艳阳没有什么做，应该是都没有换的，是。好，来看大安这一波，下半场还没有做出有效的攻势哦，要赶紧的把分数给追上来。很有可能在这个暂停会改变一些方式，对啊，所以还很难讲，还有5分钟。球断掉之后，哇，现在又有机会回给，可惜，最后一脚，这球进的整个比数又拉大。哇，这个淘汰赛太刺激了，16进8，输球的回家，赢球的继续留在这个今年的锦标赛当中啊。对，可以在16强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是，全台湾各地的这个好的球队都来了，所以相信每一场比赛都是很精彩的。好，再一次，差点就被艳阳塞进去。还是角球。其实很多时候是心理战，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艳阳在塞个2颗之后，就突然给外面射门。是。他知道对方会重兵看管，对，他刚刚就把机会创造给队友。那刚刚这个门将啊，奋力的救球，那现在有一点的状况，我们再看一遍。好，预收。哇，这一下射的很正啊，刚好正中门将。好，大安国中的守门员是2号的庄哲瑞。好，没事，剩下最后不到5分钟，必须站起来啊！真的，因为现在仅仅1球的差距，对大安来讲还是机会非常浓厚。对，而且其实刚过沟很多的攻击，守门员也是挡了很多的好的球。好，昌玉把这球给守住。好，预收过人之后，分球再回给吗？好，预收有机会取，好球，守门员哲瑞，这球守得精彩。没错。预收，再往外围分。好，冠荣在禁区埋伏，艳阳。好，大安这一边想要做过人，艳阳没机会。这个横传球，大安断掉，有点急了。汉威，其实他们在下半场现在最关键的几分钟，其实应该需要有更多的持控球。对，保持控球权。刚刚群汉呢，这个脚法相当不错，拉回来之后的横传。哇，打到了左上的死角，射得漂亮。大安国中总算在下半场，第37分钟靠了9号的翁守恩将比数给追平。双方5-5了，守恩今天的第2颗进球，射得非常漂亮，直接在左上角。好，现在大安又来了，但是守恩人过球流，过钩现在是3打2远射，艳阳，还有2分40秒，又平手了。
哇，这一场比赛跟上一场一样刺激哦。哦，可惜玉手跑蛮快的，小小只的跑蛮快的。玉手啊，小钢炮型的球员哦。对。哇，146公分啊，但是移动的速度非常灵活。剩下2分钟，比赛结束，双方5比5。好，在中场附近，双方的争夺。好，是大安的。哎，预收把球给断掉。燕阳，预收，燕阳又来了。燕阳。哇，预收，预收146公分，刚刚看管是178公分的赖汉威哦。哦，不到1分钟，正规时间要结束。摆脱之后的横向传球，好，大安这一球踢出了界外。远射，哦，直接往禁区抛，哦，预收来到了门前，再回给空门的，再起攻！小钢炮黄玉收在剩下最后的10秒钟踢进了这一颗球，太稳了，太稳了！哇，黄玉收剩下17秒钟的进球，会不会是一个卷绝杀呢？玉收再压到球权，好，大安还有机会，剩下5秒钟，要进行起脚了。这个起脚太高，时间到，过钩。球队靠着中场前第17秒钟黄玉收的进球，最终是以6比5一球之差气走了大安国中。哇，这场比赛下半场峰回路转啊！我们看到上半场原本大安4比2领先，到了下半场过钩逆转。那大安国中在输球之后，当然心情会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看到球员很激动，都哭了。对，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这2场。对，哇。嘉义的过钩国中啊，在中场前第17秒钟，黄玉收的进球，最终就是以1球的差距气走了台北市的大安国中。但大安国中也不要气馁哦，这场比赛其实打得非常非常的出色，非常好。我想这是龙争虎斗了，16强大家的实力都很坚强。那最终小钢炮146公分的黄玉收，在中场前的第17秒钟的进球，带领球队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恭喜过钩国中的挺进到了8强，那大安国中可惜止步在16强。哇，看完精彩的比赛，我们稍微喘一口气，再迎接下一场精彩的16强大战。
欢迎再回到2025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这场比赛呢，将是由高雄市的右昌国中要来面对的是澎湖县澎南国中。那这场比赛，当然澎湖县的澎南国中啊，在今年的锦标赛呢，只有6位小壮士，6人的组合了，来到了16强淘汰赛，对上传统的强权右昌国中。画面上看到的是右昌国中在今年参赛的名单，那总教练是蔡文义先生。好，那再接着看到澎南国中只有6位球员啊，所以在体能上我会非常辛苦。那是由廖哲义先生所带领的6位小球员要来面对传统的强权右昌国中。那今天这场的转播呢，将是由我李秉庆以及有身旁的小文教练来为大家服务。教练你好，大家好，主编好。好，比赛正式开始。粉色球衣的就是澎南，那黄色球衣的是右昌。当然，因为澎南的人数球员人数是比较少，所以讲体能的调配会很辛苦哦。对，毕竟只有1位球员可以做替换。对，而且右昌从一开始就打，你看他的防守站得很上位，在前场做逼抢，是，所以澎南球员要想想办法。对，如果这个体能消耗很快的话，也许到下半场会很辛苦。对，我来看这个传中。右昌毕竟在踢10人制，他们身体强度、速度都有一定的能力啊。对，所以澎南选手可能要看他们还是采区域防守，甚至推到快10公尺开始做防守。因为如果要到前场做压迫，他们体能上还有能够替换的球员有限。对，只有1位球员能够轮替对，很辛苦前2天跟他们的校长在聊天，他们就说他们其实到本岛来比赛蛮辛苦的，就坐飞机到台中，然后才包车下来，到这里都已经晚上了。真的，他们是这1-2年才开始在发展无人制足球。那想，但对于澎湖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对，因为对，不管是本岛跟这个外岛都发展足球，当然对于整个基层是有帮助。对，像金门他们、金湖国中他们也是有在发展文字足球，今年开始也有参加联赛。是澎湖他们就每年暑假都有办他们的一些集训战，还有邀请一些本岛球队到那里去。像我们嘉义的球队民雄啊、新港就暑假都会到那里去集训，这样就边玩然后参加球赛这样。了解。好，来看澎南，先过半场。他们还是要做一些组织控球啊，毕竟总不可能是压着被打。对，把球冲在脚底下，这是最好的防守方式，也会减少被攻击的可能性。对，慢慢控，节奏慢一点，对他们体能上的调节是比较好的。对，就是像这样反抢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推到20公尺来做防守。对。李东林。这球在禁区附近，他们的直接远射，这边就互相协防，澎南的协防点要快一点，不然是很危险的。来看这一次的突袭的战术还是要赶快推到20公尺来做防守，比较危险。哇，现在门将的出击，澎南先提高。30号是李东林，在后场来控制。澎南这一边的断球，东林先清掉。澎南虽然只有6位球员但是拼劲十足对，他们还是会跟着到前场去做压迫，这是好事啊，就是有的前场能够断到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做攻击。好，还是澎南的球。来看澎南这个防守，右昌，好，赶快回追。赵源，
啊，直接做远射，天哪！还是在中场就选择直接起脚。哦，在前场，哦，东林断球，哎，这边有一些推挤的动作。对，他从后面推了手。来看一下刚刚的防守，哇，东林，他手出来了。对，5号的球员是子祥啊，子祥这个手有推人的动作，判犯规。这个位置很危险哦。哦，赵岩哦，要来开这个定位球。直接射门打在人墙上，赵岩。好，还是被彭南给突出了边线外。对，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球清掉，重新做组织就好了。哦，在底线附近。哦，子晨还是先带出来。以两边的报名的球员呢，右昌这边是兵多将广，那彭南这边当然是6位球员都要采取精兵政策。对，因为毕竟右昌是很传统的实验制球队了，所以他们的选手数，因为毕竟踢实验制，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啊。他的人数跟彭南比起来，他可能可以轮个3轮至4轮不同组的人。但彭南才刚开始嘛，对，本来刚组的球队就是有这种状况。对，但无人制的好处就是人少啊，我就只有5个人我就可以踢比赛了，不需要像实验制这样需要很多人。球门球。哇，彭南这边的防守啊，还是采取压迫。因为毕竟现在平手啦，他还是想赢球，所以他一直缩在里面，就是一直被打。那倒不如就是尝试看看到前面去，开始做逼抢。彭南的球权，危险了！这一球，Go！从后头断掉之后呢，我们看到右昌呢直接起脚，进球之后1比0取得领先，那是洪兆远，哇，从后头啊这个突袭插上要到了球权。对，还是尽量处理球的时候尽量不要往中间去啊，毕竟他们4个防守球员都还在那，就这么没有注意看，他们就可以直接做攻击了。右昌1比0领先了彭南。再交给赵岩。好，彭南看看能不能先过半场。有，可以给球，刚刚有一个3打，右边、左边都可以给，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给出去。对，一开始有一个3打2的机会，远射。哇，刚刚才去远射的是15号的戴子成。角球。右昌在5分钟之后啊，掌握球权的态势非常明显。对，他们都已经压到前场来做反抢了。哇，这球打在了门柱旁，没进啊！赵远差一点点能空，没开2度。彭南可能要想想办法了。
因为对方都要到前场来，你看又是一个2打1的机会。哦，好险，门将对，把这一球给扑下来。那门将是12号的石继敏。哦，这个转身啊，1打0。对，继敏还是把球给挡了下来。哇，刚刚几乎是跟门将 PK 啊！对，选手没有把握这个机会，不然其实这是一个直接得分的机会了。确实。哦，现在彭南真的是比较被动啊，一路的让右昌有进攻的时机点。右昌的压迫做得很上，他在前场就做压迫。好，这次的射门被右昌挡住。上半场经过了10分钟，哇！一出球就掉了，远射，哇！石继敏今天会很辛苦哦。对，因为他的队友就是彭南，现在他的传球都没办法好好传到队友下脚底下，就是还是很简单就有失误，那右上就有很多机会在前场做压迫，拿到球射门这样。好，彭南这次的射门也被右上的门将稳稳的抱住。好，一个机会，做假动作，第二时间起脚，没有了。射的比较正一点的，射在守门身上。对。啊，右昌的门将33号的钟承安。再来看，刚刚徐启强的这一球被挡住了。场边喊出了暂停。暂停回来，上半场还有9分06秒。彭南的球权，来看这一次的边线球设计，哇，还是2夹1啊，被右昌夹掉。东林，这个反弹有机会，是不是能够先甩开门将？哇，守门员的突袭做得非常好。哇，启祥，可惜了。好，彭南重新来过。对，毕竟才被进1颗球，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就反正都在淘汰赛了嘛，输了就没了。真的，不如出来冲看看。真的冲看看了，真的要 all in 啊，对，不能保留了。对，不然淘汰就回家了呢，就回澎湖了。东林。32号是右挺，来看彭南的这一波球权。哇，右昌还是用高压的逼抢，
好，希望利用两脚的传球，这时候有机会起脚，还是射得太正。对，还是射得太正了，都是在守门员身上。又射在33号门将钟承安的身上啊！澎南不是没有进攻的机会，对他们还是角度的掌握，对，还是在防守的时候抓到球，还是有防守反击能力啊。但就是在最后一步射门的时候，射得太正了。这个 finish 可能还要再斟酌一下。对，要处理一下射门的角度。好，我们看到右上把行进的路线给卡住哦。32号是陈佑廷。到国中段的时候，到国中段选手还是会用一些身体强度啊，毕竟长大了嘛。到国2、国3的时候，而且有时候球没有拿到的时候，身体是一个很好使用的方式。好，右伤再要回球权，但是澎南一脚先踢出界外。哇，现在澎南要推进到前场很困难，因为上半场进行了15分钟啊，体能上已经受到一点限制了。对，看得出来开始移动速度也变慢了一点了。在把握。还有吗？没办法，右长个人的推进直接射门，哇！又是10号的洪兆元今天的第2颗进球。哇！上半场的第15分钟，我们再看一次，哇！自己带球突破，远距离的起脚。哇！场边观众看得很过瘾啊，比起大拇指啊。好，现在是右场角球进来之后，还是右场的。澎南是没办法球控制下来，他现在就只能一直把球清掉。真的很被动。对，因为对方做的防守比较，又是一个侵略式的防守，远射。刚刚包含11号是陈燕的射门，哇！现在球真的过不了半场哦。对，哇！陈燕再回给，就完全被压在自己的半场打，甚至退到10公尺了，他还是没有上去。到10公尺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澎南应该要上去做防守了。他现在传到球，他就有反快攻的机会了，把握。好，有吧？哇！这一脚门将已经出来防守了，但是高子元没有办法把这一球给推进去。对，是空门的状态了。哇，对于澎南来讲，刚刚是全场最好的一波得分时机点啊，但是没有把握住哦。对，什么都已经出来，其实他只要内侧轻轻碰，应该就要进球的，稍微偏了一点。对，修正太多了。好，这时候断球之后的射门，哇，又被钟承安挡住。
好，来看一下，这一球在中场附近，好，彭澜端吊起脚还是太正，对，刚刚是徐启祥，其实他们还是有防快攻的机会，但都射得太正了，对，而且在防快攻的时候，这样来讲威胁不大，对，他们防快攻几乎都是快单刀的情况，但就是都射得太正了。啊，好，这一球给进来，裁判响哨。2次回传。哦，对，这也是蛮危险的位置哦。哇，给了彭澜机会。间接球。打进去了，就是交给4号的曲继祥。对，哇，在上半场第19分钟。这射门的角度也是很刁呢。对，哇，在高角度啊。对。哇，启祥在上半场几次的射门都比较正。对。那这一次的定位球他把握住了。对。让双方剩下1球差距，而且他现在又再把球断掉，3打2远射。多打少的机会。很够了。43秒，上半场结束。角球进来，赵岩直接起，第2波，打在侧网上。哇，剩下22秒钟，上半场要结束。看看彭澜还有没有机会完成进攻。把握最后一波看看。出界了，剩下11秒。出界哇，还有4秒钟。右上，直接打右上的角度啊。对，射高了。好，我们看到这场右昌跟彭澜吃胜了。上半场结束，右昌国中暂时2比1领先的彭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精彩的下半场。
右昌跟彭南之战，双方在上半场结束啊，暂时由右昌2-1一球领先彭南。不过对于彭南来讲啊，确实不容易啊，全队只有6位球员但是可以跟右昌现在踢的是非常焦灼，确实表现得很出色。对，他们人数比较少，所以在下半场可能会更辛苦一点。但其实有些方式啊，他可能在防守上要做一些设定区域啊，来做防守，对，把防守的范围先缩小一点，因为毕竟他们球员还是有自己突破能力跟单刀能力，所以可以缩在半场啊，等他进来，因为毕竟人家的攻击强度比较强一点，就在半场做防守，然后抓防开攻这样。是。即使人数少，还是有方法有来节省球。对，就是你像刚刚我们讲的，从20公尺做防守，要么就是我们赢球，我们不需要急，不然就是可能对方的能力、攻击能力是比我们还要好的，那我们就是从防守开始先做好，不要被失球。那再来就是在防守上面要做密集一点，抢到球的时候做防开攻，对，就是在球队的实力或者是人数比较弱势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方式。好，现在是右昌的角球，但就反过来，右昌如果想要再多得一点分的话，是安全分。对，因为毕竟彭南都输在里面，所以他需要在外围上做一些方法，比如说可能我需要多点射门啊，或是做一些假动作，或2个人、3个人的配合，吸引一下防守球员移动的位置，那我才有更多空间可以得分。那在右昌这边呢，上半场就是10号的洪兆元，个人没开热度。好，来看一下彭南有没有机会下底再回传。handball， 对，碰到手了。是，所以又有一颗6公尺的机会。现在彭南有机会将比分追平哦。对，这6公尺。那彭南在上半场是靠着一颗定位球，当时也是。靠着4号的徐启祥的进球，在第19分钟。对，哇，那现在是一个手球。但因为刚刚是有人抢的，现在是完全没有人抢，就是守门员自己一个6公尺的罚球。好，来看。彭南这一波，哇，打中门楣，打到柱子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好，再来看一下，启祥这一次踢高了，可惜呢。看他的表情，对，懊恼，真的，他前一波他踢进啊，这一波。位置更好，但是没踢进。想要炫没有进。如果刚刚彭南能够利用禁区的这个等于是定位球的机会，哇！现在空门了，右昌34号，我们看到的是翁义峰。哇，在门将被吸引出去的情况之下呢，完全是一个空门的状态。翁义峰有把握住机会啊。防守球员要赶快回来做一个保护，守门员出去的时候，其他队友需要做进到球门里面来做。右昌现在来到3-1。彭南可能要想一些方式了，毕竟有2颗的差距，对，他们又是比较弱势、没办法吃控球的球队，需要多一点把球送到前场去了。好。中路再给我们看到赵岩的第一时间起脚出界，好右停，再给子晨。彭南需要勇敢一点，不要再缩在半场，需要再往前一点到2/3的位置做防守了。哇，要往前压了。对，要推到2/3的位置。又是一个间接球。对。
守门员被举一张黄牌。好，来看一下。小文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裁判已经吹哨嘛，就是一个回传2次回传的球，那是就是大会的规矩是处在教育的角度上，你裁判已经吹哨，那守门员他又把球踢出去，这是一个非运动家精神的是违例，对，你毕竟才国中端甚至到高中端，教育还是第一，对。好，来看这一次的间接，射门挡住，对，打在任翔身上了。好，红南这一次的进攻踢飞掉，因为可能球员没有注意啊，五人制足球就是这样，你球没有让另外对手碰过球，都是自己在罚球。除了边界球以外，你有一次回传守门的机会，那其他守门员丢出来的球，你就必须要有碰过对方，才能再回到守门员身上。但是他可能右上的孩子比较不懂这一块，毕竟踢是人制，所以他才会看这场球赛，他就有2次的回传球，就变成造成是一个间接的情况这样。好，彭兰转身之后起脚，哇，吉祥还是想要利用个人的能力啊，来帮助球队。对，就可能他需要多一点个人突破，因为看起来是他比较多会自己拦截，然后出来做攻击。对。右长，球慢下来，打远角2杆，又是戴子成，进去了，守门员的手滑了。我们来看一下12号的史继明门将。哇，那这一次是子成进了右仓，本场比赛的第4颗进球，手滑了一下，手上滚进去了。那现在稍微拉开比分，先过了1个人之后的起脚，哇，但是刚好打在右仓的门将身上。33号是长安，今天在防守部分呢是表现相当好。一个角球的机会，看看彭南有没有办法把握。洪安角球配合，没有人接应，对，球传歪了。裁判响哨，传中顶出来，还在彭南的脚下，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球送到前面去，做些突破。哇，现在一往中场送啊，球就掉了。对，因为前面的支点没办法把球拿好。好，塞到禁区哇，还是滚进去吗？没有，碰到了彭南11号的脚，打进去的。哇，李东林，哇，最后打进去之后来到了5-1。好，再来看一下。打过守门员，防守球员碰到脚，这个折射啊，打在了11号翁世彤的脚上啊，滚进去。这是一个 own goal 了。对。
4颗差距了，对，就上来抢吧。真的只能拼了啦。对，不要说了，就上来抢吧。不能再保守了，4颗差距，这个分数有点大了。对，因为两人队实力还是有点落差啦。红狼的人数又比较劣势一点，就上来吧，不要躲在后面了。真的，对。而且看名单，红蓝的4位球员都已经是国三生了。对，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场。对，因为联赛也结束了。对，结束了。接下来就剩这个锦标赛。对，再来就可能就只有升贤赛可以打。他们如果继续踢球，那就只剩下高中段的球队。对，尝试看看，上来抢看看啊，做一些个人能力的突破，去享受球赛。确实哦。也没什么好输的，因为已经本来就是在人数上有绝对的劣势，对，然后对方又是传统的这个足球的学校，对，他们是11人制传统的学校，所以倒是鼓励一下球员，就让他们上来试看看吧。是不是又碰到手了？打到28号。对，哇，又碰到手。哇，打在陈柏彦的手上。这球反弹，先回给守门员。哇，球要小心哦！守门员吓一跳，队友把球传给他，他又没有意识要接球。不断的出界，还有7分半，4球的差距，红蓝很辛苦。但这是好事啊，他们毕竟刚成立的球队，其实能够打到淘汰赛来是不简单的。传球又失位。陈柏彦边线球进来，持续由右昌来进攻。右昌还是压在前场在做防守。来看红蓝，现在是4球落后，剩下6分多钟。先顶出了界外。好，连续的短传，在禁区附近。突破了，试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一脚要起脚，应该是被21号的徐成广给破坏掉，可惜了。远射高了，就抢吧，就上来吧，剩5分多钟的时间了。哇，5分半，右昌要获胜的几率越来越浓厚，5分半要追4颗球以上。哇，这难度非常非常高。对，会比较辛苦一点。球发进来，直接出界了。
南的门将没收之后的快开，真的要压了。对，彭南只有一支球员啊来到前场。对，就上来啊，上来抢了，时间不太够了。两边都是一个长传球啊，但是都形成了出界。彭南。好，自己带，往禁区送，红蓝断掉第一波，是犯规。哇，右昌要小心喽，已经示范喽。哇，今天右昌几次的犯规都让彭南有机会啊，对，可惜彭南只有把握住一球。对。好，脚后跟的给球，好，这边有机会远射，右昌门将扑的精彩，哇，27号的江义佑。哇，挡下这一球，非常开心啊，跟队友击掌。对，就是很多球员都会这样，就是在球场上有些好的表现，大家互相鼓励，这其实对跟队友还有对球队来说一个鼓舞的，对，士气上提升。对。好，暂停回来。来看这个角球，彭南。好，脚后跟连续给。哇，在禁区附近转身，还是没提这机会吗？哇，彭南还是没有创造出射门啊！反倒是右昌，但做了一些人员调整之后呢，可能经验比较没那么好，但是彭南的机会啊，赶快再射啊！可惜。好，那右昌在比较稳定领先的情况下，当然做出一些人员的调整。对，他们现在的球员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对，可能都是学弟上来，对，来踢这最后的3分钟左右。还是给他们点经验跟时间啊。对，毕竟学长们毕业了，再就换他们了。这球出去。还有2分钟。好，右上针这场比赛获胜的几率是相当浓厚的。那就看看彭南能不能在本场比赛再多拿一球。哇，彭南没有放弃哦。对。还是用坚强的防守守住右上这一波的攻势。这个犯规。又犯了，右上。注意犯规了，虽然剩1分半了，但是他们已经有5次犯规，再有第二次犯规要做罚球了。对。第6犯就要罚球了。对。
好，这球断掉。啊，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起脚，对，多带了2步哦，被彭南守了下来。最后了，彭南可以尝试看看了。最后了，1分钟，哇，球一进来就掉，也累了啦，是6位球员，只有6壮士啊，第6犯了，所以有一个10公尺的罚球。对，10公尺罚球。裁判示意要来做10公尺的罚球，又犯了。好，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他做了一个这个手有出去啊，做了一个推人动作。刚刚16号的熊文忠，还是要交给启强。哦，今天的唯一颗进球就是启强进的。那现在是10公尺的罚球。就看看守门员能不能挡下这颗球。哇！结果是启强自己踢高，对，射飞了。好，在要到之后再起偏了。哇！启强一球踢高，一球踢偏，还有48秒。比赛应该是大致底定了。对，那就看彭南最后的进攻能不能临去秋波再有进球的记录。对。好，右长断球之后自己带。好，被彭南踢出界外。哇，右昌这边教练不断的在提醒球员，还是要。虽然球队是领先，但是我相信教练还是觉得有一些部分没有做到位。对，当然内容是比较重要的，毕竟他们不是只有胜负而已。对。好，剩下最后的12秒，10，远射。9秒钟，比赛结束。好，裁判吹起了比赛终了的哨音。那我们看到这一场高雄市的右昌国中对上澎湖县的澎南国中，最终就是由右昌国中呢以5-1击败了澎南国中。但对澎南国中非常辛苦他们只有6壮士啊，在精兵政策情况之下，在体能没办法跟上到了下半场被拉开，所以恭喜右昌国中在16强的淘汰赛呢是击败了澎南，也顺利闯进到了8强。那澎南国中可惜止步在16强。那看完这场比赛，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全国室内5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2025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那紧接着这场比赛将是由崇伦对上牡丹国中。那这场比赛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小文教练来为大家服务。教练你好，主播好，大家好。那刚刚我们看完前面3场比赛，当然前2场非常激烈。那第3场比赛可以看到澎南国中只有6位球员，那来面对这个传统的这个右昌国中，虽然非常辛苦，但是他们的拼战精神也值得肯定。那接下来就是这个牡丹国中要来对上的是崇伦国中，我相信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那我们看到两边呢已经是蓄势待发，准备要进行这一场16强的淘汰赛。两边当然都是这个兵多将广。画面上先看到的是来自台中市的崇伦国中，是由陈瑞德教练所领军，军容壮盛。两边的士气都相当高昂啊。紧接着看到的就是屏东县立牡丹国中，总教练是杨俊秋。对，牡丹他们算是应该说原住民在屏东的原住民区里面也是算有重点发展的学校。他们的球员全部都是来自排湾族。对，所以都是以排湾族的小朋友为主。对，那面对的是台中市的崇伦。对，崇伦在联赛的时候，国中联赛的时候是拿第7，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是，对。他们的守门身材是比较好的，以国中端的守门员来说，对身材条件是非常好的。没错。好，这场比赛牡丹国中是身穿白色球衣，那崇伦呢是身穿橘色的球衣，橘黑色。好，崇伦高空球往前塞。牡丹，好，底线出界，角球要赶快开哦，在时间范围内。两边的门将都做一些战术的配合，哇，这一球中门柱，这旗提高了。来看刚刚前一波的进攻，非常非常可惜，哇，丢条啊！对，可能赛前没有拜，把他柱子要找那个顶一柱。对，要拍一下，一个好的机会。好，牡丹。这个位置卡住。犯规了。好，拉回来之后的曲脚攻，个人的技巧、技术、经验、角度都比100分。对，崇伦国中的10号，哇，林佑竹，对他本来就有一定的能力。对，在国中端，他们在打联赛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比较多都是他在为球队创造出机会。对，而且他的个人能力是有一定的程度在。哇，这一脚拉回来，最后起左脚是蛮聪明的选手。在开赛3分钟，看到崇伦就是首开纪录1-0领先牡丹。对，所以刚刚防守球员他比较急了，所以他抢不到第一波球，他选择铲出去，用身体去挡。但其实，在那么危险的位置上，尽量还是不要做这个动作啊！你可能因为毕竟那一点点时间差，人家就可以做射门的动作。好像有对 handball 打到手了。对。崇伦，牡
牡丹的6号是队长啊，潘正杰。对。牡丹国小毕业的，也是国3的选手了。好，把位置先卡住。停球，再往后送。哎，这个横传球掉了，重轮。哇，两边在脚下的争夺非常激烈。对，还是有一些身体碰撞啊。对。边线进来，被崇仁碰了一下，赖元再回给门将。好，做球之后的起脚啊，没踢好，miss Q。刚刚要做给11号的高浩安。对。10号是潘元泽，身材比较高大，就是在牡丹里面是打张披风的那个位置。哦，这个边线进来的战术哦，直接射门。哦，那我们看到崇仁的门将啊。何前凯有184公分，对，身材非常的好。哇！但是这球掉了，来看一下牡丹这个射门太正。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跟能力啊，毕竟要顶。哇！我们看到门将跟这个10号的右足是有做战术的搭配。对，因为拿到球的时候，活球的时候手面是可以直接把球丢过半场，那没问题的。对。那如果队友在前门前，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的位置跟机会，到6公尺的，其实那个位置非常危险。哇，潘正杰想要自己带球突破，还是被破坏掉。好，目前依旧是维持1比0，崇仁暂时领先牡丹。好，这个转身的摆脱，哇，射到外面去了，打在了侧网。对。好，又在前场逼抢，小红哥的给球往禁区送。刚刚冠颖差一点点。对。不过崇仁的攻势还有吗？好，原则。其实看出来，崇仁他们比较多在打2个人的配合小组，对，而且他们的球风就是比较快一点，一脚2脚打得很快。那牡丹在持控球的时候，其实相对的他就比较慢，我就慢慢的等你，我也不急，对。但就比较单调一点，他没有比较多的配合，他就是在后面持球，然后有机会就往前送。好，原则小挑球往前给，好，先被崇仁清掉。
9号是袁哦，再来这一招要顶进去了吗？哇，真的顶进去了！刚刚就提到门将会跟右足做这样的搭配哦，对，真的发生了。对，要很注意，而且这时候防守球员守最后就守对方前面那支球员跟守门员就要讲好要怎么做连结。哇，所以这一招这个一试再试，第2次他成功了。对。到6公尺区的时候，守门员就很专注了，因为在6公尺的里面，守门员是可以用手的。其实防守球员就需要跟守门员做沟通，这是一个防守的观念跟共识啊。哦，所以我们看到，重轮的10号球员林佑竹，在这场比赛已经是梅开二度了。对，他是一次用左脚，对，一次用头锤。他因为5人制的比赛，头锤的几率毕竟比较少，对，比较少。但就是针对像他们在做的这个方式，就是把球丢到球门前面，让队友去顶。其实只要头轻轻一插，那改变路线就会进球了。对，哦，这战术应该是做了蛮多次的练习，对，才有办法做这么好的一个纯手搭配。对，而且如果你的前锋是一个有个人能力，或者他比较身材高大，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对，而且因为刚好他们的门将又高大，这个力量也够。对，真的，一丢就在对方的门前。对。有时候甚至我不需要碰，我只要轻轻的挡个防守者的位置跟守门，因为守门员会突袭，这时候轻轻的碰了一下，那球就改变路线。好，暂停回来，上半场还有11分39秒，目前重轮2-0领先的牡丹。好，停球之后原则，是自己碰出去的。重轮这个转身，哇，郑杰，哇，还是被夹掉，对，还是放慢，对，牡丹开始退到20公尺做防守了。重轮的攻势是很有侵略性，对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好，这次要做反击吗？啊，太大力了。同样也是门将啊，往前送啊。对。也是给10号的原则。对。好，右主又回到场上。好，这球没有送进去。传坏了。对，传球的失误有点多了。何建凯今天的门将，但这个身材非常的好，刚刚也封阻了对方射门的角度。对，守门员他的身材条件是真的很好啊。传这个位置。开始有点比较不应该发生的失误啊，最基本的传球路线方式那些。好，要做一个1-2的搭配，踢高了。刚刚是牡丹7号陈胜凯。好，2号是燕硕，没办法再补。好，胜凯往前送，没有跟队友做到一个连结。好，中人射手把17号的江炳瑞给换上来。
回传后起左脚，Go！廖冠宇打了右上的死角，帮助崇伦3-0领先了牡丹。对，因为崇伦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在啊。其实牡丹在做防守，他太退了，到那个地方已经10公尺，其实他应该要出来了。对，不能这么沉退。对，太退了，因为毕竟崇伦的能力还是比较好一点。如果要减少被进球的话，他可能在半场就开始需要做比较紧迫的防守，那推到10公尺去，但都是他的射程范围了。刚刚是17号炳瑞的助攻嘛，给到冠宇的起脚。现在右足在后场控制。崇伦他们都会给了球开始做移动，跑下个位置，又有下一个队友进来，所以这会对牡丹来说是比较难的防守情况。内切起高了，又是何冠宇，对不起，是廖冠宇。这次牡丹的2位球员的默契没有搭配上。而且他们刚换了，想说才想说都没有换人下去休息，3把场都快结束了。这么远的距离。再过中场而已啊，就直接起脚。炳瑞遇到压迫，球出界，还是崇伦的。刚有犯规发生，来看一下牡丹国中。要直接射门，门将碰出了底线界外，是牡丹的角球。对。射飞了。还是踢高。6号是队长潘正杰。来自屏东的牡丹国中，目前上半场剩下4分15秒，还是0-3落后。这边牡丹要做人员调整。右主，个人的突破。先被屏东浩安给踢出边线。右主转身，左脚做一个假动作，并没有起。
好，这球被崇仁挡掉，好，直塞往前，哇，这个左脚门将的出击及时。好，这个触球离得比较远，哎，转身出界。牡丹还是比较多在1对1啊，拿到球的时候，还是没有一些办法跟配合。但崇仁他们的回防就很快，其实要一个人去对付人家4个防守球员会比较辛苦。哇，这球牡丹自己掉了。对，而且你看牡丹他们很容易会有这种很简单不小心的失误，其实要尽量避免减少啊。哇，好险是冠颖啊，自己踢高，哇，他现在又掉球。对，哇，这样一直掉球，牡丹迟早会受到伤害啊。对，其实很危险。因为屏东的球队目前只剩下他们东港跟中正晋级而已。那中正是去年的冠军，对，在去年锦标赛的冠军，联赛也是拿到这个第2名。对，所以是实力非常好。对，再来就是东港跟牡丹。哦，直接远距离。好，又是利用这一招，哇，蝎子摆尾啊！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展现。对，没错，只要你碰到就有机会。对。哎，这个搭配失误了。来看牡丹，啊，也没注意到。对，太容易掉球了。好，前场断掉之后，哎，这一脚同样踢高。哇，在上半场剩下的50秒。哎，这是崇仁自己把球自己半场的失误，对，自己把球敲出去了。哦，这一下踢在右足的身上。好，浩安往前送。哦，这个角度被封死了。18秒，上半场结束。林肯，剩下7秒钟。冠颖，好，直接大力轰门。哦，这个战术的配合还是完成了上半场最后一次的射门，不过没进。但是崇仁啊，在上半场啊，包括右主个人的梅开2度，还有冠颖的一个右上角死角的射门呢，帮助球队目前3-0领先了来自屏东的牡丹国中。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下半场的比赛。
牡丹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那在第一波由崇仁掌握球权，在中场附近，吊球之后的起脚，力道还是不够。牡丹可能要想一些方式了，毕竟差3颗的距离，那还有下半场20分钟的时间，可能不要再说在半场，可能要上来做一些压迫的防守，改变一些打法。对，在防守上可能要有侵略一点。对。但就还是要小心，毕竟冲人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好，右出，再拉回来，这球传掉了。冠颖，没有球员跑在传球的位置上。原则，这个逼抢之后，已经没有门将了。后面直接把球抓下来。对，不过宇翔的反应还是够快哦。对，虽然身材是比较壮硕一点，对，他还是能够马上把球处理掉。非常的利落。对。好，原则分球没带好，但是这个角度，可惜了。刚刚是7号的盛凯。好，牡丹角球打在侧网。在球场附近停球之后转身，面对压迫，再回给。好，这一次给到中路，冠颖起左脚被挡掉。感觉牡丹的选手好像有点累了。因为牡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创造出进攻的机会对。好，燕硕给进来。这球还是牡丹传不出去。对，那传球的品质还是要需要修正一下，都会传在对方的脚底下，这样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反快攻了。这样吊球来看从了这一波两脚球已经来到前场一个2打1的机会。对。好，现在牡丹来了。还是被碰掉，2打2，右出，再给，起脚被挡掉。好，这个转身，冠颖来挑战门将没有问题，今天的第2颗进球，他这种距离的射门是把握度很高的。对，在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有威胁性的。他国中，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国3的球员的，在那个位置，把握度就很高了。都是一个射门范围就到了。对。
这时候就能挑战守门员自己出来的能力了。哎，3个人都没去拿球，牡丹的机会。哎，右足干扰一下。我们看到崇伦靠着右足还有冠宇啊，各进2颗。那现在4比0领先的牡丹。跟能力比较好的选手。哦，这次的战术搭配是有射门，但是完全踢高。牡丹要多把握这种能够在前场自己突破甚至射门的机会，不然会很难。毕竟他们从后场推进到前场就有点困难的。对哦，有可能会不断的遭受到干扰。对。好，那现在有机会吗？啊，但是自己没传好。对，还是很容易就掉球了。而且有4颗的差距，把握度需要提高一点。哇，这个传球又在前场被断掉，哇，冠莹，从后头，这个脚的干扰，对，裁判响哨了，盛凯。这个位置的犯规是蛮有威胁性的，看看崇伦他们会利用什么方式。好，冠莹直接射门，好，宇翔能这样挡下来。位置卡住，崇伦当然现在有4球的领先了，节奏可以不用打那么快了。对。好，崇伦这次的传球失误，来看牡丹有没有机会远射，但是打在了崇伦的球员身上。对。能这样一张腿啊，把球给挡了下来。毕竟还是有身材优势。对，184公分啊，何前凯站着就快跟球门一样高了。真的，球门才2公尺而已。好，这一球是原则自己碰出界。还是崇伦的。边线出去，
哇，直接长射哦。比较没办法推到中间的位置去，所以只能在外围就做起脚。但是其实这样的攻击效果是比较不好了。对，比较像是突袭或赌博式的进攻，对，那当然成功率就不高啊。而且如果在那个位置就做射门，其实方向圈如果能够做拦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快攻。哦，是。先过了第一位。对，还是牡丹还是在打比较多的个人技术跟突破。哦，差一点就进冲人门了。好，再用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呐、刚刚的牡丹呐、对。哎，这边没有队友，好。啊，太深了，太深了。对。盛凯，来不及。好，来看这个推射，哇，还是打二杆呐、那进球的是2号的邱彦硕。我来看一下，这一次往二杆的位置，对，二杆的队友没有帮忙防守那个位置。国山的球员。对，已经扩大领先了，来到了5-0。好，暂停回来。好，漂亮的过人。好，这个踢脚太正。好，牡丹再暂停回来，但是有一次的进攻机会啊，张成军的一个射门。崇仁也更换守门员了。啊，又掉球啊！但是牡丹这边自己带球，也出了界外。那崇仁现在的门将是1号的陈佑，陈佑也有180公分，184换180。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可以告诉我一下。他们还有一个叫做林正林的，也181啊。可以问一下，真的要问一下。什么？哇！在国中生啊，就有超过180公分的身高，还会再长啊！到底都是怎么长大的？告诉我一下。真的，我们都需要。哎，在界外了。对，球出界。哇，这球在前场被断掉。好玩。
哎，这个转身已经先掉到界外了。在中场附近，球权的互换。牡丹剩下最后的5分半啊，在本场比赛还没有任何的进球记录。对。好，前场吊脚横传，第一时间起脚。偏了。当然也被门将做了一些这个破坏。这个看一下。炳瑞的进球来到了6比0。被举了一张黄牌。牡丹这一场比赛要逆转，但难度太高了。当然就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进球的机会。对，毕竟球数比较多了啦。对。但当然，哨声还没结束，还是要继续。下半场也被进了3颗球上半场3颗啊。对。而且重轮的攻势还在持续啊。牡丹也把2号的门将白玉安给换上来。对，非运动交集。那刚刚的黄牌呢，是因为这个换人没有在换人区，那包括球员的动作不礼貌，他的背心丢的方式，所以才会遭到黄牌的警告。对，但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环。对，再就是换人，因为他有换人区的部分。在这种基层阶段除了胜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包括态度啊，那在场上的精神啊，球品这些都是必须要考量。对，这就是学生阶段比较重要的事情，除了球技以外。这个传深了。原则，支点转身，被3+1啊！好，这边可以起了还是没办法破蛋。对，还是打歪了，打到守门。再一个，还是没有。好，剩下最后的90秒，比赛要结束。好，牡丹远射，还是没机会破蛋。
啊，底线出界。那这场比赛呢，应该就是由崇伦表现得非常精彩了，大比分的优势呢，能够击败牡丹国中。那看看剩下最后的50秒，牡丹国中在攻势上是不是还能发挥？哇，在中场附近，我们看到崇伦还是非常积极的拼抢哦。对他们还是会做该要有的攻势、对，没有因为领先6球啊就放松。对。还有20秒。来看角球，带进来头锤，在最后总算对，哇，在最后的14秒，哇，利用这个角球高调头锤，原则总算是顶进了牡丹在本场比赛的第1颗进球，利用他的身材优势，算是一个好的记录了，虽然淘汰的。好，再取，还在门前。好，比赛结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球啊，最终还是有但是在最后啊，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对，因为刚刚踢到崇伦选手的脚。是所以恭喜崇伦最终就是以6-1击败牡丹。不过对牡丹来讲啊，最后的14秒钟啊，还是靠着原则的一个头锤呢，顶进了牡丹本场比赛的唯一一颗进球，不过最终还是恭喜崇伦挺进到了8强，而牡丹呢是止步在16强。好了，看完这场比赛呢，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感谢，谢谢。好。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回到2025全国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那紧接着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接下来的16强的赛事。那这场比赛呢，将是由我林立基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黄茂斌来为您服务。教练你好，你好。是，那当然过去教练当然也是从这个基层开始踢啊。那过去在这个民农也有非常好的成绩，当然对这些小选手也有很多的期待。那待会也透过我们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呢，可以给这些小学弟们一些经验的分享。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那当然在这一次的锦标赛啊，非常的激烈。刚刚我们也看了几场的比赛啊，其实很多场次呢都是在比赛最后关头才分出胜负。对，那当然也考验选手们在场上的这个临机应变啊，或者是他们抗压性能不能在比赛的最后关头呢，获得最终的胜利。当然，在我们今天的比赛会从早上的8点30分的一路来到了傍晚啊，在今天要决胜出在明天呢包括了4强以及冠军战的队伍啊，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频道，一起来帮这些小选手们加油打气。好，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由台中福科对上台北龙门。来自台中市的福科国中要来对上台北市的龙门国中。好，画面上看到的是台中市福科国中的球员名单，那总教练是林基辅先生。另外看到台北市立龙门国中的球员名单啊，总教练是魏正南。好，茂斌教练当然从小踢球。对，那在国中阶段，你还记得你当时你的国中阶段的状况吗？国中阶段的状况其实没有像现在那么好。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比赛啊，选手都，而且国中的水平其实越来越平均。对。然后他们，我觉得在观念上啊、技战术上面都已经有非常大的提升。对。比起你当时的国中阶段，对，应该是现在的小朋友更进步一点。对，加上环境也比较好，现在的基层发展又比以前，对，有可能以前会是踢着玩的，或者是竞技水平程度不会让那么高的状况下，那现在每一队都有想要在全国上面有好成绩的状况下，他们就会不断的提升基层，这是一件对环境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没错。但因为现在的家长让小朋友踢球的很多，对，所以不管是在俱乐部啊，小选手俱乐部，或者是在学校的部分呢，确实球队是非常多。对，那有些是往11人，有些是5人，有些是并起但大家就看选手们，他现在还小，其实也不用急着并起。对，就是我觉得像国小国中阶段，如果有参与到5人制足球，他到后面的转换啊，高中上面或者是他未来要往11人制的方向去做努力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在5人制小场的球场里面，他的拿球还是快速的1对1，会到大场的时候会变得更有，他会变得更有能力。对啊，了解。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那白色球衣就是福科，那蓝色球衣就是龙门。杰，交给有志，球掉在龙门这边的传球就掉了。在龙门这一边，我们看到球员当中有7号的后藤定旭，应该是日本人。看他的姓氏应该是日本人。对，4个字后藤。好，一节
开边线。来看一下福科如何来处理。好，龙门先把球权给保护下来，交给易阳。好，要做个人能力的突破吗？后藤。好，球还在后藤脚下，转身之后球掉了。不过后头还有应承。刚刚展现一个非常好的1对1的能力。好，这次的默契搭配，哇！没有把球射正，差一点。刚刚福科的7号金有志啊，易阳，这边把节奏慢下来，稍微调整一下。有志，再交给队长泰宇。在场边裁判小哨。哦，这球边线球，对，边线出界，回到福科脚下。好，有志给到外围。泰宇，再给有志，这是福科自己踢出的界外，处理球刚刚有点犹豫。应承。好，从边路的推进，机会。好，后藤，哇，这一球还是没有办法突破门将的十指大关。好，福科的门将是子成，来自协和国小。目前看起来福科会占有比较多的控球权，那龙门这边可能就是会看像刚福科会有几个球，那处理上不是那么 OK 的时候，会去断他的球去做反击。刚刚后藤那个射门就是非常快速，对衔接。好，这一波的进攻被龙门的门将给挡掉。好，秉承边线进来，再给泰宇，还是福科的球。像这种两边都有攻势的比赛，谁先把握第一颗蛮重要的。好，直接远射偏了。今天龙门的门将是9号的叶新阳，身高有175公分。一进来又被福科断掉，再一个远射，打在了龙门的球员身上。一节，再给秉承，看队友的位置，没机会再回给泰宇。好，后头泰宇有机会，提高了。在开赛这5分钟，确实是攻势比较多的那一方，给的比较多压力。哦。好，龙门这边吊球之后，来看福科。这是龙门踢出界。
哦，马上做人员调整了。踢了大概6分多钟，体能都有一些这个耗损。基本上都是会5分钟左右会有一次的人员调整。包括13号的陈汉还有13号的贺军都上来。另外10号的场乐现在也在场上。好，后臀。好，这个送的不错啊，可惜没有拿好。对，没有拿好，没有停住啊。29号是宣凯。陈奕晨，身高175公分。福哥又在中场附近抢到球权，要直塞没过。搭配右边，机会，哇！可惜，可惜没有把球塞好。吴胜吉这球没有办法帮球队进攻。刚好在他脚上，陈汉再回敲，哇！场乐自己的失误。在上半场进行9分钟其实没有太多进攻机会。这里差点有一个机会可以攻门，弹太大力了。好，这个传球多带一下。贺军，做一个边线球的搭配。福哥门将先出球，福哥角球，锋线。又是想要设计直接射门的机会但是场乐是完全踢偏的。这里时刻在调整人员，再把4号给换上来。好，这球在门前没机会再起脚。不过确实福科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过了一半，
大部分都是由他们来发动攻势，龙门好像还找不到这个串联啊，甚至连反击的机会，对射门的机会都没有出现。但是以福克的角度来看，需要赶快把球打进球门。对对对，不然会有一种这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但是这个气势会越来越弱，对，没有办法一鼓作气啊。泰宇，还是被龙门的门将挡掉。刚刚是有志的进攻，这一对一很漂亮，很干净干脆，闪出空间之后就攻门。好，是龙门的球。场边喊出暂停。对，两边到目前为止踢了将近13分钟，依旧没有球队能够进球。场边喊出暂停。这边想要请教杨茂平福科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是，但是一直没法进球。如果是教练要怎么交代球员？因为好像也在进攻上面做了加压啊，但是始终就欠缺那么最后这种 finish 的感觉。对，就是要提醒小朋友他们，因为国中阶段有时候稳定性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对，然后他们有可能会因为我一直不断在进攻，但是都一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的时候，开始急躁。对，那急躁的时候可能会失球的时候又想要乱抢，那当然就会给对手一些机会。所以其实一直攻不进，就是要告诉他们去想办法先把他们基本能够我们可能设定的战术或者是某一些传球的质量要把它做好，那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得分了。对，因为如果你一直攻不进，然后又打得比较急躁，那万一一个失误呢，就会让对手这个展开反攻。那万一还掉球，对，哇，那等于这气势就不一样了，而且会变得很麻烦。对，哇，后藤，看一下龙门这边想要一个穿裆的过人，但是没过。后藤现在又来了。龙门这时候开始有在进攻上面加力道了。这个穿越差一点点，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要给18号的易阳。因为尤其又像福科他们今天的比赛是控球权比较多的。对，如果掉球，像这样，如果掉球还没有办法把防守做好的话，那很容易就有可能会先掉第一个球。所以这是他们要小心的部分。龙门的球，后藤给进来。好，后藤再分，在底线给到易阳。
传在没有队友的位置啊。哦，剩下5分钟了，上半场要结束。好，在禁区外机会。来看一下裁判怎么判。可能是一个手球哦。对，因为刚刚是有犯规的哨声。哇，刚好在6公尺里面，会判罚一个点球。对。现在要看一下龙门的守门能不能把球队救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福科这边可能也需要把握这个进球。好，福科在上半场其实是攻势比较多的那一方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进球。来看看这一次的机会，哇！被门将化解了，蔡宇这个点球没有办法踢进去。想要用打点的方式得分，他没有打在球门里面。对，是中柱啊。但对于李科这边士气上会有一点影响啊。哦，李攻不下不说，然后还有点球机会也没有踢进，会比较泄气。好，再做一波的人员调整。剩下2分半，上半场要结束。出去了。在这种时间段，现在2分多钟比赛结束，两队都要蛮小心的，因为在这时候失球非常伤士气。也是要好像有一点打了，对，快结束的感觉，然后功亏一篑。这在足球场啊，比赛的一开始，或者是比赛要接近这个中程的时候，都很容易掉球。对，在就是学生阶段，教练会一直提醒我们这些事情。对，是，因为这是比较危险的时间，你专注力会稍微比较下降的时候。拼战了超过18分钟了，两边还是0比0。这个传球，角球战术做得还不错，可是最后一脚没有办法把球传好。最后1分钟，上半场要非常专注。好，这一球在前场被断掉。好，1打2了，确实难度高。这是球门球。空出界外还是福科的。
哇，不小心踩进场内。哦。好，福科在中场附近有球权啊，但是没停好，又还给了龙门。这边断球之后，角球。还有14秒，上半场要结束。在门前向完身啊，不过被龙门保护下来，还有7秒钟。好，没有完成射门，上半场也接续我们看到台中市的福科跟台北市的龙门啊，虽然都有攻势啊，甚至福科还比龙门更多一些，但是很可惜也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finish啊。两边打完20分钟，目前暂时0-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下半场的比赛。
这场福科跟龙门的比赛来到下半场，白色球衣的是福科，蓝色球衣是龙门啊。上半场两边都有攻势啊，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攻进对手大门，包括福科有一个这个罚球，对，也没有办法打进啊。这一球直接传出了界外。上半场比较多攻势的是福科，但是龙门的防守也让福科到目前为止呢，依旧是挂蛋。还是回到前面提到的，在国南实力越来越平均的状况下，像这种淘汰赛一翻两瞪眼的比赛来说，有没有办法先进球，会把整个气势导向自己球队那一边。对，而且有时候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在平手的情况之下，跟你在落后又不太一样哦，因为在平手情况下，你双方都有进攻机会，但是在我落后那一方我就得进攻，对，所以得加强进攻情况下，你的防守就会失衡，对，这种平衡就会被破坏，没有错。那一旦破坏，有可能从落后一球变2球，对，这是3球，所以足球比赛就是这么微妙，对。这一球传坏了，好，裁判响哨了。这一球在前场被断掉，打向了右方的死角，我们看到。到了下半场2分钟，总算是25号的许秉承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也是全场的第1颗进球。3年级的选手应该是最后一场比赛，接下来要到高中去发展。对，这时候跳出来，球队的学长就是在需要这种比赛里面。真的。那当然，已经处于落后的龙门，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平衡被打破了。他必须要加强进攻，对。那加强进攻的情况之下，也许防守上面就会有漏洞，对。那这也是福科可以把握的地方。好，犯规了。就看到龙门呢，这个球也没处理好。虽然他们落后的一方，但也是不能太，也是老话一句，不能太过急躁。这一个转身，秉承要给球，但是被破坏掉。这一个横传门前，哇，有志没有踢进去。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哇，已经越过了2个龙门的防守球员了。但是福科的攻势再来。想要第一时间起脚，有志没踢到。这个战术设计是出来了。那选手敢尝试这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我觉得蛮好的。这球出界，福科的球。
泰宇，哎，福克这边没有把球给停下来。有机会，好啊，还没有起脚就被福哥破坏掉。福哥的门将刚刚是守住了这一波的进攻。这是福科的球，徐秉成是不是要来开边线？好，最后脚后跟的给球，啊，但是打在了侧网。哎，后腾球掉，好，泰宇。陈汉的带球啊，先被踢走。那现在龙门是处于落后，那但时间一直在走。但龙门的攻势感觉从上半场到现在一直串联不起来，这边该怎么做？这里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就是他们有创造出几个机会，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射门有一点太过犹豫。像他们如果对，像他们刚刚有几个撞墙已经打到中间来了，是应该拨的那一下，一有空间10公尺左右的地方就应该要尝试看看，因为毕竟还是需要多射门才有办法得分。好像想要带得更近一点，对不对？但是也许这个球还没进去就掉了。对。要不然随着时间，他们也一定会变得比较急躁一点。这里一个失误，还有，哇，没有撞进去，打住。好，陈汉，刚刚那个 play 非常危险，对，一个很大的失误。好，远射了，尝试，需要开始多一点射门。刚刚是雨琦的远射。好，在前的防守，一个机会。好，龙门来看看这一波。哦，对，来支援啊！哇，只有2位啊，后面没有选手跟上。对，罗志。哇，这下办了。这个传球，哇，门将来
帮忙啊，还是发生失误？有志自己带，好，这个吊球来看龙门这波2打2，哇，想要用撞墙，最后的处理球都少一点东西。好，轮到福克来了，哦，这个角度。差一点点能够中柱哦，反弹。来看一下有志，差一点哦，一个折射啊，折射变成乌龙啊。好，角球直接取提高。哦，这里有失误，哇，差一点出事。哇，福科。这里福克有一个反击机会，是。好，再回传、提高，把球做出来了。对，14号是一杰。好，先把位置卡住。2打1，好，2打1要能够把握，哇，塞得太深了，太犹豫了。哇！裁判掏出了黄牌。这次进攻被挡住，还有脚后跟给球，好啊，再拉回来，泰宇，哎，啊，当然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靠着25号的徐秉成在第22分钟的进球啊。好，秉成又来。要到一个角球，哦，这个传球插上，有了！哦，这个搭配精彩！哦，最后是张义杰直接插上去啊，把这一球硬是撞进了球门当中。福科非常漂亮的角球战术。哇，那比数改写成2比0啊，对于龙门来讲压力越来越大了。
反射。好，边路线已经被封死，龙门要加快节奏了。应该是可以再放更开一点，因为毕竟是淘汰赛，对，你输了就没有明天了嘛。是，对，那该 all in 就 all in 该啊， all in， 对啊，要去真的多再冒险一点啊。没错，你现在是没有进球，对，落后2颗，对，要再冒险一点，剩下4分半。哦，哇，守得漂亮！来看一下门将这一次的飞扑。哦，13号是贺军，那门将是新阳。哦，门将新阳刚刚落地之后，是不是有点小撞到？3分40秒。好，这一脚踢偏。我们国中剩下最后的3分10秒。是福科的球，这里2打1，好来看分边攻，临去球波，哇，这一颗进球啊，有机会是杀死比赛啊！这个进球会产生是刚刚守门员的那一个传球选择有一点太勉强，应该可以再稳定一点。好，后头再来吗？没有。刚刚第38分钟的武顺吉的进球，让福科再将比分扩大3比0，剩下不到2分钟，比赛要结束。好，来看一下龙门的推进。对于龙门来讲，现在是很辛苦的状态了。那是不是拼一球？哦，至少能够进对方的大门。就比赛还没结束，还是要多尝试，因为就算是输球啦，当然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最后这几个 play 里面有学到东西，那当然对学生运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好啊，这一球要塞到禁区没过。好，反倒是福科这边的攻势来了，哦，直接挑战门将，被新阳给挡掉。哇，这一球没过啊，被福科早早的断掉。
剩下最后的30秒。好，剩下最后的4秒。好，还有机会再射一球吗？没有。是，所以我们看到在最终啊，台中的福科国中就是以3-0击败了台北市的龙门国中，也恭喜福科呢闯进到了8强。而在龙门部分呢，止步在16强。今天福科到了下半场，包括第22分钟秉承的率先进球，第35分钟的一节以及第38分钟的顺击，各进1球情况下，带领球队是以3-0获胜，挺进到了8强赛。龙门可惜是遭到了淘汰。那这边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全国室内5人制足球锦标赛。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今天这一场16强大战呢，是由屏东县的东港高中面对的是台北市和平高中。那台北市和平高中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呢是获得第4名。那画面上看到的是屏东县立的东港高中，他们今天排出来的球员名单。那总教练呢是陈庆进先生。另外看到的就是台北市立和平高中，总教练是陈志伟。两边其实选手的阵容都相当整齐，那就看看哪一边哪个团队的能够更进入到比赛状况啊，尤其对学生运动来讲是相对不稳定的。对那有时候大好，有时候大坏，那有时候教练也没办法控制。说实在的，学生运动就有这样的特性。那东莞高中阵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排湾族的小朋友。对。赛前喊声来提振士气。东港的选手以前都会有去踢一个俱乐部，是南岛逐梦。对，里面的选手很多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刚刚看到和平高中国中部的这个球员当中，有一位是女生。应该不会是女生，应该是头发很长。对，因为这是国男。对。但是女生也可以报到。也可以报到国男吧？可以报到男生组。也可以报到男生组。这里后面有个推挤动作，一开始就有一个犯规，自由球。那现在东港机会在比赛的一开始不到30秒钟，白色球衣是和平高中，粉色球衣是东港高中。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些推挤跟拉扯啊。好，这一次的射门，中柱，可惜。7号是张新浩。开场东港打得很有侵略性。我来看东港又是一个断球成功，但是这个传球掉了。和平反击3打2。这球没有给出去。在后头再要回来，开翔。林晨宇，高球往前送。东港门将18号江玉德。在右边的路线已经被卡死了。张信浩在防守上很聪明。这个出球马上回到和平的脚下。这个传球出去。9号高维忠边线进来，再交给新浩。好，差一点被破坏掉。齐恩，和平高中的门将是1号的廖廷杰，身高有175公分。
星浩，哎，又出界。好，尝试远射哦，被拦下来之后，哇，长传的快攻，后头起脚偏了。哦，这次的搭配啊。连续的交叉给球之后，最后是出界的。那其实，在国中端能够跑战术的机会多吗？我觉得是可以训练，是可以训练。对，但是有时候在像我们如果训练到比较成人啊、高中的时候，比较能够在被遇到其他状况的时候，还是能够用战术，但是可能在国中阶段。有一些看，如果被压迫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处理球会比较急躁一点。对。最后是打在东港高中，对不起，东港国中的球员身上出界，还是和平的。利用2+1的机会，但是和平高中顺利的过掉之后。可以再回传吗？自己带，再带，哇！第3拍才起脚，但是还是打偏。哇，刚刚是19号的吕宇堂，好分到了左边，啊，两边都有机会，都没有把握。和平的4号连凯翔。6号是赵轩，也是队长。好，这脚进来，还是踢出了界外。好，做战术的搭配。好，快开啊！想要头锤，顶偏了。和平的16号蔡其成。抢断2打1，有没有机会啊？可惜没传好。换和平，机会哇！好，目前进行了8分钟左右，两边依旧是0比0，要快开了。裁判都会在倒数。刚才两边都有很好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这是学生球员呐，经验不够啊，当然处理球还是没有那么细腻。好，凯翔从边路突破用速度，还是出界。两边现在是快打旋风哦，有机会，又有机会，哇，还是想要第二时间啊！
有时候更直接一点啊，更直接一点，真的不用想太多了，该大力轰门，该起脚就起了，不用想再做一些假动作或者去骗对手。你有时候1、2拍过去五人制，有时候就是零点几秒的运动，对，因为五人制的节奏太快了，对，你没把握，其实防守球员就来了，对，或一犹豫你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哦，好，这个推起碰撞，场边喊出暂停。好，来看暂停回来，一个自由球，对，和平如何来处理？哦，这一次中门没，哇，已经布置出来了，射得非常有威胁啊！对，哇，又快又强，你看前面是幌子，后头才是真货。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凯翔啊这一脚啊踢得稍微高了一点点。好，哦，有碰撞又出现了。那又是和平的另外一波，齐恩跟新浩来当人墙，哇，还是偏了。东港的高调。维中，新浩，底线出界，好，翻到右半边，再回给。赵轩，有一点沟通上的传球失误。对，好，这是和平自己的失误。来看这一球，哇，大力轰门啊，力道够啊，但是角度差了点啊。刚刚的1对1也非常漂亮。新浩射球的力道是非常可怕的。
一下来，教练马上做提醒了，待会上去的时候要怎么来执行。赵轩，哦，还是被夹掉了。14号是陈宇，12号是康宇。好，赵轩过来逼抢，再交给新浩。机会，哇，打门被守门挡住。好，来看看。刚才这个球就是我说的，有机会，对，去攻门，就大力轰门就对了。东港的球权，上半场还有6分50秒。哦，在外围再传一颗，哇！这一脚踢偏了，东港5号林奇恩。好，这边转身做假动作，再给队友 ，Go！15号流亡维安，哇，身高170公分，来自立国小。来看一下，拉回来之后，后头有队友流亡维安。哇，上半场还剩下5分多钟的时候呢，东港呢率先破门。当然在5人制的战术或处理球、控制球的部分，很需要一位非常好的支点球员。对，前面的球员能不能把球拿好，其实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像包含他们敢不敢有没有自信把球送给你，是传到你脚下，又或者是你球有没有办法拿好，我能不能跟上，这些都是会有关联性的。像今天东港的前场的选手去做拿球都拿得不错啊，因为前面需要对抗。对。哦，这个传球不错，哎呀，这脚没过去。刚刚是凯翔要传给陈允啊。还有4分10秒，依旧是维持0-1，和平高中暂时落后。好，边线球进来，19号是宇堂。哦，抢断 ，clean tackle， 信号可以再回给，没错，哇，射得太正了。刚刚是维中的射门，
好，这边再一个吗？机会。哦，轻轻的这种推射啊，刚刚又是流亡维安。哎，人过球流，结果被门将给拨掉。哇，东港的门将，哇，这一球太关键了，江玉德几乎要进的球了。哇，自己也非常振奋啊。当然对和平来讲就可惜了。还有2分20秒，上半场结束。这个射门很有水准。对，还是被江玉德掌握。往前送，哇，再回做的力道小一点点，对，又有一个很好的打门机会。哇，今天东港跟和平啊，节奏打得很快啊。哇，小选手这个体力，而且今天两边的射门都很有水准。虽然进球数不多，但是都是很接近，很有威胁性的。好，暂停回来，来看一下东港这一波的设计，被破坏掉。好，改判，没错没错。哎，出了边线界外。东港断球成功，秦昊1对1，过掉之后取角，哇，一气呵成，可惜丢条啊！今天第2根了，真的哇！哇，他的这个射门的这个力道非常的重哦，1对1很有节奏，对，很不错。第一时间在第一步过掉哦，而且也没什么犹豫啊，有空档就射门，真的必须要的，这是最 OK 的。最后的40秒钟，张新浩，今天上半场虽然没进球啊，但是几次射门让大家印象深刻。
好，剩下最后的20秒钟。哇，要1过3不容易耶。哦，要小心，千万不能受伤。哇，赵轩。好，再来看啊，两边的争夺跟推挤。好，我们看到屏东东港跟台北和平上半场结束。那屏东东港靠着15号刘王伟安在上半场的第15分钟进球，暂时1比0领先了和平高中国中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下半场精彩比赛。
和平的16强大战下半场即将展开。我们看到白色球衣的就是和平，粉色球衣的是东港。那目前东港呢，在上半场第15分钟的进球啊，这是1比0领先。到下半场和平很快的就来到了对方的前场啊。脚后跟的给球。哇，在防守上面东港给予压力啊。哇，星浩还是踢得相当直接。做角度啊，偏了。刚刚是开箱的起脚反击，再一个横传破坏掉。这个传球力道如果再大一点，可能就会有机会。太客气。但下半场也没有因为上半场结束稍微体力流失，他们下半场的那种对，还是踢得很这个节奏很快，对，然后大家在场上一直在冲。和平球权，这球还是被东港碰出了界外，最后是碰到了维中的脚上。没有任何的接应。还是和平的球门球，门将是廷杰。哇，做高压的逼抢哦！哇，那做这个高压逼抢啊，要到球权啊，角球，又是一个远射，哇，又是星号。快开之后，来到前场，和平有没有机会起脚？哇，路线卡住哦！哇，断球啊，2打1。转身，哇，没有给出去，还有再起，哇，刚刚廷杰精彩的扑救，哇，这一波东港的攻，和平的手都很漂亮，非常精彩，哇，前仆后继啊，倒地之后起身啊，再踢。头锤！这个突袭，陈荣，哇，东港还是踢得很有侵略性啊！即使他们领先，好，信号来了 ，Go！ 真的被他摆进去了，很冷静啊，在跟守门员1对1的时候，打到很漂亮的角度得分。哇，东港整场比赛哇跳跳，哇，每位球员都很有活力啊！哇，在上半场丢条啊，哇，下半场真的把这一球给踢进去了。哇，那现在和平处于0比2的落后，就比较不利了。哇，东港2球领先啊，持续做高压的进攻。再断掉，又在门前，哇，踢偏了陈荣。哇，那现在和平突然被进了第2颗球之后，那个气势有点被压下来。
哇，星浩还是想要利用他的第一步来过。哦，东港这个开球，哇，突袭式来到前场，但是啊，没有把握住最后的 finish。好，和平再踢，有了，折射进去了。哇，和平高中在下半场，我们看到踢了7分钟左右也进球了。哇，这个折射，先来看一下，挡掉之后，哇，折射进去，这没办法。哦，还有机会，只有1球差距，还有整整13分钟。但折射前，和平的传导非常有水准，一脚2脚。哇，1球的差距，哦，我相信和平这个进球之后呢，哎，这个士气又会回来，再拉回来，对，再拉回来，这就是天平上面啊，大家互相看谁摆的砝码比较多啦。对，这里因为1颗球跟2颗球的重量对差很多，差很多，这个心态截然不同。对，如果2颗你就觉得，哎呀。还有2颗，还有2颗才平。如果1颗，你觉得随时都会，我还有机会咬到你。对。好，破坏掉之后，来看和平的这一波，哇，1打3不容易啊。刚刚是宇堂自己带球，好，再回给。球门球，江玉德还是扑掉了和平高中的射门，角球。泽浩过来要吗？被东港守住了这一波。全场2对2。哦，想要过人。哇，这个球有点稍微有一点随便了一点。哦，刚刚的脚后跟给球，因为如果他正常的，好，这一球哦，碰了一下，弹高了。我们看到今天，和平高中面对东港高中门将这个江玉德出球，都没有做很好的压制啊，都让这个东港能够做这种奇袭的战术来到门前。对，他再稍微调整一下防守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现在又回到1颗球，对，不要再回到2个球的状况，这对他们是比较有利。如果你是和平的教练，你会怎么交代你的球员踢这最后的10分钟？现在1颗落后，就除了我们当然，我觉得足球最重要的根本来说，还是要以防守为主。那如果你防守做得好，那就慢慢的因为10分钟还是算有一段时间。对。那10分钟里面，像这种射门，他刚刚有2波角球的攻击，对，攻门要去把它把握住。哦，包括刚刚的角球配合，对，脚后跟。
因为10分钟对五人制来说非常长。对，真的很长。对。然后还有多打扫的时候，要把它传球品质要做好，因为多打扫就是1颗2颗的问题。像刚刚那个脚后跟传球，当然是蛮有创意的，当然传过去也是很 OK， 但是如果再保险一点的来处理这个球，说不定会有好的机会。是。好，外围的长射 block。好，这球被多打扫掉，哇，现在是2打1，哇，这个带球有一点跌跌撞撞，所以东港的防守已经回来了。哦，两边教练都很激动，这个太接近了，因为内容非常的紧绷，张力十足，互不相让，很好看的一场比赛。哦，信号断掉啊，已经跑在前面了，但是第一时间没有塞。哦，在禁区外不能碰了。好，高调，好，门将先拨出来。2打1，和平的这一波。哦，第一脚停球啊。现在他们就是需要把握这种进球，对，因为东港一定还会想要保险分。好，场边喊出暂停，还有8分21秒，比赛要结束哦。哇，这场16强大战呢，踢起来张力十足啊，真的非常非常精彩。但东港这边是领先方，其实也可以稍微把控球的节奏缓一点点，才比较不会有一堆非受迫性的失误发生这样子。东港感觉他的进攻的力道是没有削弱的，对，就是说，他虽然是领先，感觉像他是好像处于平手，甚至或是落后的状态，还是很想要进攻的。当然，这样他们这样的选择也是 OK。如果有多进保险分，对他们来说也会有比较安定的心态。对，但每个教练哲学不一样，有的是说，我领先之后我就打得比较平稳。那有教练认为，我1颗不够，我要2颗。对，我才要。刚刚的状况就是比较混乱一点。那比较混乱一点的状况下，我是领先方，如果我跟着你混乱，会不会不小心我有一个失误，然后被你追平，这样我前面的领先就被瓦解，所以我可以在很乱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手，有经验的，忽然慢下来，然后再重新的把比赛节奏调整一下，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看和平如何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好，脚后跟给，被东港破坏掉了。8分钟比赛结束。好像暂停回来，东港就稍微比较稳定一点。没有那么冲了。对。有时候球员会自己在场上打得太激情。对，有时候需要教练来提醒。这球被挡掉，哇，太可惜了，和平。好，那现在可能要赶快回来防守。好，开始推进。好，进来！哇，江玉德连续打了2颗，哇，这个门将表现得太精彩了。现在轮到信号，有没有机会？脚后跟给球，起脚也没进。
哇，太好看的一场比赛了！两边攻防太刺激了。哇，这16强嘛，16强就踢成这个样子。哇哦！两边守门都很精彩，真的，两边的守门员啊，表现100分哦。一边是江玉德，一边是廖廷杰。这个球一波两波，守住2次，再被扫掉啊！哎，出界，还是东港的。但是现在时间对和平稍微有一点不利了，就是也是要赶快去把握进球。剩2分，对不起，是6分钟。远射，挡掉。角球。在门前，还是没有把握。跳脚爆头，什么动作都来了。好，现在轮到和平的反攻。哇，双方肉搏啊！和平高中啊，在去年是拿下了第4名。先清掉，陈荣，准度不够，陈宇。其实和平高中国中部这边也不用太积极，就是差1颗而已啊，真的可以好好设计一波啊，还是要把球权好好的保护下来。那现在和平把16号的蔡其成给换上来，教练当然是按耐不住啊，太紧绷了。好，上来之后来看一下其成。哇，这是新号刚刚的这一脚，我们再看一遍。哇，成功的防守。哇，张玉德今天在门将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用突袭，要小心啊！东港再踢掉。好，这一场南北大战，暂时由屏东东港领先了台北和平。还是东港的15号流亡维安，在上半场的进球。剩下不到3分钟。甚至到比赛的最后阶段啊，门将也要投入进攻了。这边掉球喽！可惜和平没有把握住，再来踢偏，这是凯翔。好，2分20秒，场边喊暂停，这边要请教茂斌了，怎么踢这最后的2分多钟？
两边的目标取向不一样了，一边可能是可能会比较想要像东港这边可能会比较想要稳定的把2分钟把它走完，应该会把防守的比例占的放的比较多。那和平就是要尽快的在这2分钟内找到机会啊、空档啊去做攻门。像刚刚虽然那个射门的机会不是到非常好，但是他也是有在做攻门。那这样就是一样，就是有攻门就是有机会得分，对啊。但你也知道东港绝对是死守，对。那我在这个进攻上到底要如何突破？到底要如何指导这些可能只有10多岁的年轻球员？我觉得要传导快一点，然后把球换到人数相对比较弱势。就是小空间范围内，我可能人数占优势。因为毕竟我们一定要到他们的前场去做进攻。对。那我们在他们的半场做进攻的时候，把传导开始变快的话，那寻求2打1或者是边路他比较有优势的1对1的选手的时候来做攻击，可能会是比较快速有办法射门的方法。好，来看一下最后2分20秒的发展。今天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的精彩。好，来看这一次的远射没有。好，东港现在当然是领先了，掌握球权了。不需要太着急，着急的会是和平。这球出界，球出界。还有剩下1分10秒。这一球，又是想要做奇袭啊！51秒。和平高中要把握一波了，哇！这一球发生失误啊！他们要抢了，要压迫了，但时间有点不够。哇！现在有变数哦，有一颗和平前场的自由球。有变数哦，因为这个防守的犯规。好，我们再看一下，哇，有一些推挤，星号，好，变数出现了。32秒，哇，还是偏了。但是刚刚应该有碰到防守球员，是一个角球。对，和平还有机会。海翔，再做回来。哇，这一球，哇，在门前被清掉，直接射门。哇，和平要把握最后的20秒。好，凯翔，哇，再踢走。13秒，远射，
哇，江一德稳稳的抱住，再往前抛，哇，机会不大了，剩下4秒、3秒、2秒，哇，双方的门将，哇，最后就是由屏东的东港国中以2比1击败了和平高中国中部，非常恭喜东港国中！哇，这一场比赛双方将士忧命啊！到了下半场啊，靠着7号的张新浩，东港多进了1颗球。那虽然在和平这边也有一个折射的进球啊，不过最终还是以1球之差落败啊，非常非常可惜。但是这场比赛双方将士忧命啊，踢出了一场精彩十足的16强大战，也恭喜东港晋级到了8强，而和平高中的止步在16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全国室内5人制足球锦标赛的现场。